转眼就是1个月后，今年家试的科考马上就要开考了，穆清远会参加这一次的科考。而此时，穆云舒腹中的孩子已经近8个月了。他觉得穆清远要参加科考，他这个做姐姐的总归得表示一二。于是他在荣九思的陪同下去给穆清远送考。他们到的时候，徐敏和徐英恰好都在。清远比我还小2岁，我现在还在考秀才，清远都能参加会试了。大晋朝的科考制度，从县试的秀才到乡试的举人，到会试的进士，一级一级考过来，难度不低。我考完出来，县试应该就要放榜了，到时候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放心吧，肯定有好消息。这是我今天一早起来包的，祝穆公子必中。清远，这个比奏可是阿英的一番心意，这桂枝你可得亲手折下来。他这话说完，穆清远的脸微微有些泛红。好，他红什么脸呢？他扭头去看徐英，徐英看着穆清远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所以我这段时间在家里养病，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就算他再不开窍，再看到徐英精心为他准备的比奏时，心里也大概知道徐英的心思了。多谢徐小姐。穆公子不必客气。就是啊，你客气什么呀？我们是这么好的兄弟，我妹妹就是你妹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感觉脚上一阵剧痛。你好好的踩我做什么？我想踩你就踩你，不需要原因。你这么凶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闭嘴！穆云舒在旁看得嘴角直抽。徐敏这个二货没看明白的东西，他却是已经看明白了。多谢汤汤和徐姑娘今日来送考，我会好好考的。我祝穆公子蟾宫折桂，高中榜首。你好好考就是了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此时离贡院的开龙门只有1个时辰左右，穆清远要准备出门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又载着肚子，就去歇着吧。等我考完了，我就直接去王府看你。好，那我在王府等你，你认真考便是了。不管考不考得中都不重要，如今王爷待我极好，你就算考不中，我也能养你。好。只是穆清远一向是个危机感极强的人，就算如今荣九思对穆云舒好，也不见得能一辈子对他好。他一定得立起来，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。考试的时候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尽力就好。姐夫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科考之事有考官的喜好，也有自己当时的状态，能考中皆大欢喜，你考不中也依旧是本王的小舅子。好，穆清远准备出发，荣九思让剑十一送他过去，徐敏和徐英也要去送他。这样的考试文气最重，虽然我进不到里面，但是在外面沾点文气也是好的。也许我一下子就开窍了，一路从秀才考到进士。我身边的朋友就没有人考过进士，我去见见世面。他们这么说了，穆清远也不好拒绝，便由着他们跟着去。穆云舒看到他们一行人的背影，笑了笑。什么？等清远这次考完之后，我想为他去徐府提亲。你还是先把孩子生了再说，他的事情先顺其自然。穆云舒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觉得荣九思的话有道理。他想吃前面一家铺子的点心，又不想坐马车，便拉着荣九思陪他散步。荣九思觉得他有孕在身，本不想让他走路，只是对上他那双期盼的眼睛，他便又妥协了。左右他就在他的身边护着，没有人敢伤到他。他想走路就走路吧。他们走到街角的时候，恰好有一大队人马从城门的方向走了过来。为那队人马领路的是礼部尚书。荣九思有些意外，什么人需要礼部尚书亲自去接？恰在此时，车帘撩了起来，露出了苏逸清的脸。定王殿下安好。苏相怎么来了？他从马车上走了下来，笑道：大晋和南招交好，我带使团过来看看大晋的风貌，顺便谈谈护师之事。他的身后跟了几个侍从，其中有一个侍从抬头朝他们看了过来，只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忙又低下了头。荣九思久经沙场，立即就注意到了那侍从的异常。荣九思心里戒备，对方没有行动，他也不好动手。原来如此啊，苏相难得来大晋，这一次来可得多玩几日。那是自然，王妃看起来气色不错。苏相的气色看起来也不错嘛。我在京城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，上次偶然遇到定王和定王妃，却是一见如故。等我空下来，不知能否去王府登门拜访。穆云舒扭头看向荣九思，欢迎之至，扫榻以待。苏逸清将两人打量了一番，觉得两人如今的相处方式和上次见面时不太一样了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两人的气氛十分僵硬，如今两人倒是有几分恩爱的样子。他笑着拱了拱手，便又上了马车。荣九思扫了一眼混在人群里的那个侍卫，他这一次倒没有异样，跟在马车的后面朝异人馆的方向走去。他们走远后，穆云舒问：王爷不喜欢苏相？是啊，这人一看心思就很深，本王对心思深的人一向喜欢不起来。你既然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让他去王府？本王现在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，光凭猜没有意思。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去王府应该会主动透出一些信息来。对付这种人，躲着他防着他，还不如主动出击。说别人心思深，你的心思也不浅呢。我心思再深又如何？如今还不是被你握在手心里？才没有。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王爷的心思。我对别人是什么心思，对你而言又不重要。你只需要知道我对你一心一意就足够了。也是。瞧把你给嘚瑟的。行了，先去买点心。穆云舒笑着挽着他的手，往他的身上靠了靠。他终究没忍住，轻笑出声。
苏玉清的马车停进1人馆之后，他和礼部尚书各说了几句客套话后，便回房休息。一个侍卫跟进来，就是他们。是的，就是他。主上不要太过着急，我们刚到京城，他如今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世。我们若是太过冒失上去相认，可能会吓到他。且如今这事儿也只是我们的猜测，并没有实证。主上的身份又太过特别，还是要谨慎一些。他和嫣然太像了，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十分亲近。我明白主上的心思，可是这世上长相相似之人并不在少数啊，且事关皇族的血脉，还是要查验清楚才是啊。你说的对，这事确实得谨慎。你说还有个男孩子，他在哪里？我想先见见他。我们来的不小，今日大进科考，他进场参加考试了。在路上催你快一点，你一直磨磨唧唧的，说是早一天到京城便能先见见他。主上，你说话得讲点良心呐。我们会合之后，就马不停蹄的往京城的方向赶了。除了等大晋这边的官员来接我们，等了小半天外，一路上就没有歇过呀。其实我们还可以晚上也赶路的。我们左右都到京城了，在这里多待几日也无妨。就算是我们在清远参加考试前到，总归也得等他考完之后才能走。他若真是太子殿下的话，那还好，直接带他回南诏便是。他若不是的话，这样贸然去找他，影响他考试，那就是罪过了。你说清远长得跟我相似，云舒又像嫣然，他们应该就是我和嫣然的孩子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是总归还是要测完后才能确定啊。云舒这孩子已经吓人了，荣九司可不是盏省油的灯。今天我不过是看云舒的眼神有些不一样，荣九司立马就察觉到了。荣九司杀气太重，不是做夫婿的上佳人选。主上，你先别纠结这件事情了，我们还是先想想要如何确认他们的身份吧。眼下清远在考场，我们根本进不去。云舒在定王府里，他又有孕在身，我们要从他的身上采到血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到时候见机行事，总归能想到法子的。苏玉清和荣九思在街边说了几句话的事情，此时已经传进了元明帝的耳中。他怀疑荣九思是不是和南诏勾结，想和南诏联手夺他的江山。只是这事他仔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太可能，但自己却依旧不受控制的生出了几分戾气。然后他的心口又剧烈的疼了起来。他取出连苏给他的药丸，把蛊虫生出的毒素压了下去。去把连苏叫过来。工人们飞快的去找连苏。一盏茶后，连苏过来了。你还没有找到把蛊虫取出来的法子吗？草民无能。你若是还找不出取出蛊虫的法子，朕留你有何用？皇上若是觉得草民没用，那便杀了草民吧。你不要以为朕不敢杀你，这世上是有什么事情皇上不敢的？只是如今，就算是皇上杀了草民，草民也没有办法取出蛊虫啊。草民研究了这么久，只找到压制蛊虫的法子，让他的蛊毒从10天发作一次变成1个月发作一次。那你先把蛊毒替朕压下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把蛊虫取出来。连苏应了一声，递给元明帝一颗药。他接过药之后，连苏想说什么，却还没来得及说，他就把药吞了下去。下一刻，一口血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。这情景直接就把屋子里的众工人忙嚷着要去请太医。不用请太医，请来了他们也治不了。朕为什么会吐血？看皇上这样子，应该蛊毒刚发作过，吃了草民之前配的药，那药和我刚才配的药叠加在了一起，所以效果猛了一点。不过皇上也不用担心，这些吐对身体好，你以后吐的次数多了就会习惯了。以后朕还会吐血？是的，随着蛊虫在体内的时间越长，毒素会越积越多，皇上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差。草民能压得住毒素，但是却没法改变这个发展方向，所以皇上以后吐血的频率会越来越高。按这种情况，朕还能活多久？这个不好说，蛊虫一般寿命也就3年，这3年内皇上要是能熬过去，把蛊虫生生熬死了，以后也就不再被蛊虫所扰。但是蛊虫越长越大，分泌出来的毒也会越来越多，皇上能不能熬过这3年，草民也不知道啊。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办法弄出蛊虫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我始祖留下了很多的典籍，草民若能拿到那些典籍，也许就有法子了。这事你之前怎么不说？皇上也没有问草民啊。你给朕滚！朕不想看见你。那草民还要出宫去拿典籍吗？你把地址写下来，让人去拿。这个可能得草民亲自去，因为放典籍的地方养了很多的蛊虫，外人误闯进去的话，怕是会死。那你先把压制的毒药先炼制出来一些，朕再派人去给你取典籍。连苏点头应下，回房去炼药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典籍，这事儿是他骗元明帝的。他出宫后，只要想办法弄死看守他的人，他就能恢复自由之身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礼部尚书进来，跟他汇报了这一次科考的事情，以及南诏使团进京的目的。这一次科举的举子水平如何？今年的举子中有很多优秀的人才。他数了几个人名和其出身之后道：这些人中间最优秀的当属忠永侯府的嫡长子穆清远。穆清远？是的，他与定王妃是双生子，姐姐俩感情极好。他今年不过16岁就读诗书，之前在乡试中也取得了极好的成绩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。你说他和定王妃是双生子，他们的感情极好。是的，定王对他也寄予了厚望。据说这一次定王还带着定王妃亲自去送考呢。朕知道了，朕听闻定王和南诏的使团走得很近呢。这个臣不太清楚，只是昨日南诏的苏相进京的时候，恰好遇到了定王，他们在一起说了几句话。南诏与大晋一向交好，也要好好招待他们。礼部尚书应了一声，便退了下去。他退下后，穆清远的优秀他是知道的，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他才要把这事禀明元明帝。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，由元明帝来决定。若元明帝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，失了科考的公平和公正，后果将会极其严重。礼部尚书不知道元明帝会怎么做，但是他希望元明帝不要干涉这件事情，否则怕是会失了天下读书人的心。在礼部尚书忧心忡忡的时候，施无兴又在为穆云舒用无忧琴弹奏补灵魂的曲子。我感觉我已经快好了，一定要听够49天的曲子吗？是的，你如今只是看起来好了，但是其实魂魄还不太稳固，越是往后越是关键，半点都马虎不得。如此一来，就只能辛苦博士了。无妨。穆云舒听到这话，觉得自己有必要跟他把话说清楚。博士数次无条件帮我心里十分感激，只是我救你只是从心罢了，因为是从心，所以无所求，也不必介怀，也不必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对我而言，这些天能吃到你做的饭菜，吃到这些热腾腾的东西，已无憾。我这人一身的毛病，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是人都会有毛病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穆云舒不知道该如何接话，看了他一眼。穆云舒对着荣九思撒过泼，骂过脏话，发过疯，但是对着施无兴，他却是连句狠话都说不出口，因为他整个人实在是太温柔了，温柔的让人说不出重话来，更不要说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其实我一直有些好奇，你和定王之间是怎么和好的？我和王爷之间不算是和好，而是重新开始。像他那样的性子若不是心里真的有我，又岂能容得下我和腹中的孩子呢？你喜欢上他了？是的，很喜欢。我记得你上次离京的时候，对他还没有情意。我离开的这几个月，你们进展很快呀。其实也不算是进度很快，前期我们也是天天吵架。你不知道，当初我费了多少的力气，才逼得他承认他喜欢我。施无兴每天在弹琴为他治伤的时候，是与他的灵魂最贴近的时候，能感觉得到他所有的喜怒哀乐。他此时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欢喜，让他心生羡慕。博士，你在难过吗？你能感觉得到？我猜的。是有些难过，觉得自己当初错过了太多。若当初我没有离开，而不是设法将你带离，你是不是会对我有几分喜欢？不是，这世上没有如果，且你不是他。我对他的喜欢不是这一次回来之后，而是很早之前就对他动了心的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。我曾以为我一直是讨厌他的，毕竟他的脾气很坏，总想着让我乖乖听话。他讨厌的时候确实挺讨厌的，但是好的时候也确实挺好的。我也是近来才知道自己喜欢他。这话他从来没有在荣九思的面前说过，他也清晰地记得荣九思为他落的泪。感情这种事情很多时候没有道理可讲。你喜欢他什么？不知道，喜欢就是喜欢了，不需要原因。九思确实很好，只是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坚守你的这份喜欢吗？当然。很好，那你记住你今天的话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却尊重世上所有的缘法，不会去强求。若你能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，能和九思相守一生，我祝福你们。不是一直都是那么平静的吗？那倒也不是，其实我此时就不太平静。不是，其实你也可以换一种活法，让自己开心一些。其实我很开心你能这样直接告诉我你的心意，也很高兴你有盼着我开心的想法。他说很开心，穆云舒却只能感觉到十分浅淡的欢喜，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好。这一次的治疗结束后，施无兴依旧在王府里用午膳。荣九思看到施无兴的眼睛全程看着穆云舒，他心里有些不快，他告诉自己要忍。穆云舒好了后，他想办法还施无兴这个人情，然后老死不相往来。穆云舒知道施无兴给他治疗时，两人能互相感知到对方的情绪后，他就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平和一些，毕竟情绪这种东西他觉得太过私密，不太愿意跟人分享。施无兴感觉到了他的抗拒，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离开王府的时候，遇到了前来递帖子的苏逸清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施无星礼貌地点了一下头，沈西时有些意外，扭头看向他。苏相胆子真大。苏逸清虽然曾经来过大晋的京城，却从未见过他。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我是施无星，大晋的国师。原来是国师大人，久仰久仰。苏相这样做，会不会太过大逆不道啊？苏逸清一听这话，便知道施无星是看出了沈西时的真实身份。我不太明白国师话里的意思啊。我虽是大晋的国师，却并不管俗世之事。若苏相在大晋的时候安分守己，今日我便是什么都没有看见。若苏相在大晋生事，那苏相这一次就可能没办法活着离开京城了。国师放心，南诏与大晋交好，我来大晋是商议互市的，绝无恶意，如此最好。他说完从容离开。沈西时和苏逸清交换了一记眼神，两人都发自内心的觉得大晋的这位国师不简单。门房将他带进了花厅，他们等了一会儿后，荣九思来了。苏相到京城后似乎忙得紧，你们才来京城几天就拜访了好几位官员，让人十分意外。南诏想和大晋互市，互通有无，这是对两国都有益的事情。这一次我们来的时间不太巧，恰好赶上贵国在举办科考，礼部的大人们事务繁忙，顾不上我等。我闲着没事儿，便在京城见见朋友。他们刚进京的时候，元明帝召见过他们，还让人为他们办了接风的晚宴。他们怕直接来定王府太过引人注目，这几天就给京中的好几位权贵送了帖子，登门拜访。本王与苏相不过是上次偶遇，和苏相的关系绝对当不起朋友这个词。本王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苏相找本王有什么事就请直说。王爷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等一下，苏相在说之前，先想好你要说什么，不要跟本王扯什么有缘，也不要扯什么一见如故，更不要无中生有的攀什么亲戚，本王不吃这一套。苏逸清到嘴的话，愣是让荣九思给全逼了回去。不过他也能理解荣九思的想法，到了他们这样的身份，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小心应对。若有人跑过来跟他说，我怀疑你媳妇是我女儿，把你媳妇喊出来验个血，他也不会相信。所以这话他知道他不能说。我听闻王爷之前生了一场重病，出京一趟，回来便大好。可是我上次见到王爷的时候，王爷看起来不像是在治病，倒像是在找什么人。我对这事儿有些好奇，还请王爷为我解惑。苏相这是在威胁本王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颇有些意思。我进京之后，还听说了一些皇族的八卦，对王爷甚是佩服。大晋的天下，我觉得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生出一些变故来。苏相这是想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做，我这一次是代表南诏来和大晋谈互市的事情。南诏要和大晋交好，不会因为某个君主，而是为了长治久安。他这话的意思是在告诉荣九思，南诏不管大晋谁当皇帝，他们只关心南诏的利益。若是荣九思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，他们也是可以支持荣九思的。荣九思拿起茶盏，喝了一口茶，这便是端茶送人的意思了。对南诏而言，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简单。对我个人而言，七国之中能让我生出敬佩之心的人不多，王爷是其中一个。王爷不必如此防备我，也许我们能成为自己人。久闻定王府风景绝佳，不知今天是否能有幸逛一逛定王府啊？本王不管南诏有什么打算，本王今日想要送苏相一句话。王爷请说。不管以后大晋会如何，有本王在，大晋的内政就容不得其他人过问。苏逸清脸上的笑容消散。大晋与南诏交好，本王便与南诏交好；大晋与南诏交恶，本王便与南诏交恶。定王殿下误会我家相爷了，他不是要做什么对南诏不利的事情，只是为南诏多找条退路。荣九思的记忆力很好，一眼就认出了沈西时就是那天看向慕云舒神情有异的侍卫。苏相，你这个侍从似乎很有想法。他这话并没有说错，我确实是这个意思。不管苏相是什么意思，主子说话的时候侍从插嘴，在大晋可没有这样的规矩。苏逸清知道沈西时此时必定十分不快，他可不敢给沈西时脸色看。在我们南诏没有大晋这么繁复的规矩，今日倒让王爷见笑了。本王还有事，就不留苏相逛王府了。来人，送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下次有机会再与王爷闲聊。见十一对苏逸清等人比了个请的手势，他们便离开了。苏逸清和沈西时上到马车之后，大晋还真是人才辈出啊！国师施无仙道法高超，用忘气之法就认出了我的真实身份。荣九思杀伐果断，纵然和元明帝兄弟相残，也不让外面的势力染指大晋的国师，真有原则。单从做事上来讲，荣九思冷静清醒并没有错，但是这样的人做女婿确实不太合适。只是他现在不知道主上的身份，有些失礼，也能理解。我的女儿应该嫁在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男子
至少得是温柔体贴，绝不是荣九思这种。荣九思明显就不是一个体贴的人，也不懂什么是尊重。苏玉清轻掀了一下眉，你之前说上次是云舒逃出京城，荣九思将他追回来的。我仔细查过那件事情，确实如此。如此说来，云舒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他将云舒追回来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欺负他呢。也不见得。就我收到的消息，荣九思对云舒十分的维护，他和元明帝正面扛了几回，似乎都是为了维护云舒。荣九思从小在阴谋诡计中长大，最擅长玩弄权术，大晋的皇族一个个都精于算计，最是薄情。你曾说过，云舒之所以会嫁给荣九思，是因为他被人算计。荣九思最先要娶的人并不是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怎么可能待云舒好？且他若真的待云舒好的话，云舒又岂会逃跑？荣九思看起来好像是在替云舒出头，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故意表现的对云舒好，实在是用他做活靶子，吸引元明帝的注意？苏逸清细细一想，觉得沈西时的分析不无道理。大晋皇族的那些破事，他们在南诏都有耳闻。若如此的话，我们就更需要尽快确定云舒和清远是不是主上的孩子。确定之后，得尽快想办法将他们带回南诏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先做好准备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做准备。苏逸清他们离开王府后，荣九思皱起了眉头。他总觉得苏逸清他们这一次来京城的目的不单纯，且自上次他见到苏逸清后，他总觉得苏逸清有刻意接近他的意思。像苏逸清那样的人，刻意接近一个人，一定有所图谋，且图谋的还不会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荣九思觉得他没有必要顺着苏逸清，以防万一，他还会派人盯着苏逸清一行人。说今天苏相来王府了，是他们这次来京城可能不怀好意，看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想要挑起我和元明帝的矛盾，然后从中获利。南诏不是和大晋交好吗？国与国之间哪里来的永远交好，只有利益。早在10几年前，南诏和大晋就打过好几仗，关系不太好，后面是因为两国之间有了共同利益，这才休战。你是我的王妃，也是他们挑拨的对象，他们对你说的话很可能是针对你在意的事情设下的圈套，所以他们的话你千万不要相信。他知道上次他们见面的时候，苏逸清一定跟慕云舒说过什么，所以苏逸清今天才会提出逛园子。荣九思觉得他逛园子是假，想见慕云舒是真。慕云舒听荣九思这么说，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有，纵然她不是钟永侯的女儿，也未必和苏逸清有关系。他想了想后，决定如实告诉他，我们上次见到苏逸清的时候，他说我和他的一个故人长得极像。上次去钟永侯府许氏的话很明显，我和清远不是钟永侯的孩子，这事倒是和他说的事情能对得上。他们那次找你就是想跟你说这些。是的，只是他的话也有些对不上。我娘姓于，可是他说我娘叫曲嫣然。且关于他娘于氏的事情，原主是有记忆的。他还曾听人说起过，当年钟永侯去宣威将军府提亲，原本想娶的是宣威将军的嫡女。他们成亲没过1年，宣威将军便因为临川之战战事失利，灭了宣威将军府满门。于是性子懦怯，平时很少出现在人前，京中见过他的人很少，更不要说他已经死了16年。这事儿如果要查的话，得从钟永侯查起。他说你长得像他的故人，且他还很激动，他是不是还说他就是你父亲？这话他倒没说，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我和清远的父亲。很多人做了些事情以后自己不愿承认，或者那件事情不太好说出口，都是借口是自己朋友做的。有道理。若是他们这是在暗示你他就是你们的父亲，那就一个字都不要信。为什么七国天下，大晋和南诏的宰相都姓苏，都是极风流的人物。苏以清被称为大苏相，苏以清的父亲则被称为小苏相。苏以清身份虽高，却至今未娶，红颜知己遍天下。我们上次与他相遇的城池里就有一位他的红颜知己，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若成亲，不管娶了哪一个，其他的姑娘都会伤心的。他不忍心让任何一位姑娘伤心，所以他谁都不能娶。慕云舒无语，他是真没有想到苏逸清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真是个渣男。他是真正的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的人。他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对哪个女子长情，若是哪个女子生下他的孩子，他只怕也不会放在心上，他若放在心上，只怕是另有所图。慕云舒想了想，觉得他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他原本就不是原主，对于他的身世他并不是特别在意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渣男。荣九思听到他这话轻笑了一声，他对慕云舒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，并没有捏造什么。荣九思觉得苏逸清在这个时间点来京城肯定另有所图。慕云舒原本就不执着找他的父亲，如今知道苏逸清可能是他的父亲，他内心毫无波澜。很快科考就结束了，荣九思亲自将穆清远接了回来。你姐姐在家里等你。穆清远轻点了一下头，只是他在上马车的时候感觉有人在看他，他一扭头便看见苏逸清站在不远处。苏逸清笑着过来打招呼，穆公子好久不见。苏相还真是闲得紧，走到哪里都能见到你。我听闻今天科考散场，便来瞻仰大晋未来栋梁们的风采，没想到会这么巧，又遇到了王爷，这事也从侧面证明我们之间有缘呢。确实挺有缘的，
就怕这缘分来得过于刻意。王爷对我似乎有些误会。苏相多虑了，本王只是觉得最近见到苏相的次数太多了些。苏相是南诏人，本王是大晋的王族，总归得避嫌。对本王而言，本王既然娶了云舒，那么自然会照顾她。至于清远，她是本王的妻弟，也容不得任何人拿她做文章。清远刚考完，此时十分疲累，就不与苏相多说了，告辞。苏一清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叹了一口气。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跑了过来。清远，清远呢？穆清远拉开帘子，徐敏立刻朝他挥手，然后拉着徐英一起跳上了王府的马车。荣九思虽然有些嫌弃徐敏，却始终没有把他从马车上赶下去。苏一清看到这一幕，有些意外。荣九思极不好相处，却没将他们扔下马车，已属难得。他们徐将军府的公子和小姐，那位公子叫徐敏，是穆公子的同窗，他们关系很好。那位小姐叫徐英，和定王妃关系不错，他们是京中为数不多能进出定王府的人，有点意思。苏一清说完，看向了沈西时，沈西时正看着远处的马车发呆。不知道这段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看起来对我们甚是防备。清远和我年轻时确实有几分相似，我们回去再说。沈西时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便跟着苏一清去了一人馆。门一被关上，沈西时便道：我今日看到清远，依旧觉得十分亲近。一清，你尽快安排，我需要尽快确认他们的身份。眼下荣九思对我们颇有敌意，云舒有孕在身，等闲不会离开王府。荣九思又极为护短，只怕不会轻易让我们接触清远。如果没有机会，那我们就制造机会。荣九思也许能守在云舒身边，却不可能一直守在清远的身边。这事儿只能等他落单了才能做，要找机会。沈西时想起荣九思刚才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，微微皱起了眉。那边徐敏和徐英一上马车，徐敏就问：清远，你这次考得怎么样？我感觉还可以，但是科考这件事情不是我觉得可以就行的。你之前次书院考试的时候是第一，每次考完都只说平平，这一次你自己都觉得考得不错了，那么你肯定就考得很好，我对你可有信心了。搞不好你还能考到第一名，你要是第一名的话，我就是第一名的好兄弟。这事说出来好长脸呐！你醒醒吧，就算穆公子考了会试的第一名，也和你没有关系，毕竟你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中的人。你能不能不要总结我的短儿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你没能考中秀才。是啊，今日放榜了，我没考上，我觉得我这次考得很好了呀，这样都没考上，只能是阅卷官的眼瞎。读书分境界，一般完全没读懂的人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。这话扎心了。如果是其他人，他可能就直接开对了，但是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对荣九思。徐英看着徐敏的表情，嘴角直抽，对他比了个活该的口型。不管你考得如何，如今等放榜就行了。这几日你在王府休息几天，好好陪陪你姐姐，其他的事情等放榜后再说。穆清远笑着点头。马车很快就到了定王府，穆云舒和陈王、陈王妃站在门口等他们。徐敏一看见陈王，就想起上次在报国寺的事，刻意想离他远一点，陈王却不会放过他。1个多月不见了，结实了。陈王爷过奖了，我就是个小弱鸡，当不起您这样夸奖。好巧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所以我前几天跟你爹商量了一下，让你变强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你这一次要是连秀才都没能考上的话，便说明你不是读书的料，就别浪费时间科考了。与其文不成武不就，还不如专精一门。你的筋骨不错，习武的话，也许能学出点门道来。陈王的话有道理，我以后会认真跟我爹学武的。你爹教你，他肯定舍不得揍你，也舍不得把你往死里折腾，激发你的潜能。你学不到什么，我这人十分惜才，就跟你爹说了，让你跟着我习武。你爹很开心，昨天已经把你今天的拜师礼都送进了陈王府。你明天卯时3刻去陈王府开始习武。徐敏只觉得有一道天雷从天上劈了下来。这事情我爹怎么没跟我说呀？那不是你之前的考试成绩还没有出来吗？你爹虽然觉得你100%考不中，但是你难得上进，他也不好打击你的积极性啊。他在等你的考试成绩出来，你要不信，你现在回家去问问他。徐敏的脸都白了，在心里把他娘和他祖母全喊了一遍，看着他们收拾他爹，改了这个决定。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玩，毕竟这很可能是你最后疯玩的时光了，要珍惜。别说了，越说越害怕了。爹，别逗他了，他就不经逗。我没逗他呢。这是徐将军为他写的拜师帖。徐敏看完后差点没晕过去，他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考试，练好武功，你以后出门至少不会再被人抓进黑矿挖煤。也是。穆清远刚考完，十分疲累，穆云舒早就让厨子做了一堆好吃的，让他吃饱之后就去休息。徐敏想想以后可能真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习武了，他化悲愤为食欲，吃了7碗饭。你有本事就把自己撑死。我没本事。徐敏没理他，走到了陈王的面前跪下。你这
这是做什么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3拜，往后徒儿一定好好习武，绝不偷懒。他虽然有点怕陈王，但是他的想法也简单，他越是怕陈王，以后就越是不敢偷懒，才越容易学到东西。陈王见他刚才还各种心不甘情不愿，这会儿就主动磕头拜师，觉得他也颇为有趣。行啊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不许哭鼻子。一个大男人天天哭鼻子，像什么话？这个可能有点难，我从小就爱哭，但是师傅放心，我顶多就是哭一哭，不会偷懒的。男人流血不流泪，这句话听过吗？听过，但是做不到。众人再次大笑起来，都觉得这对师徒以后估计会鸡飞狗跳。爹，我以水代酒，恭喜你收了个好徒儿。这个徒弟看起来不太能收，我去跟老徐退货去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去退。这顿饭众人笑闹着吃完了，最后陈王也没有去徐府，把徐敏这个弟子退了。穆清远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的上午，他醒了之后便去见荣九思。荣九思问了一下他这一次考试的情况，他将答题的内容细细跟荣九思说了。你这次答得很好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进前10。真的有这么好的成绩吗？你就算信不过你自己，你也该信得过本王。也是。荣九思不但是大晋的战神，书也念得极好。先帝在时，他还主持过科考，放榜是在10天后。一大早，荣九思便让剑11陪穆清远去看榜。这天也是施无星替穆云舒治疗的最后一天。当施无星弹完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，穆云舒只觉得全身上下极致轻松。多谢国师，感觉如何？极好。那就好。多谢国师这段时间尽力为孽子治病，此乃大恩。这些是给国师的辛苦费，本王欠国师一个人情。日后但凡国师有所差遣，本王就算是赴汤蹈火也会做到。剑七在他的身后，手里拿着一个托盘，托盘里放着一叠银票，银票都是1000两一张的，足有数十张。九思不必客气，我做事只从心，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国师越是如此，我们夫妇就越是感念国师的大恩。国师就收下吧，要不然我们夫妻都会觉得过意不去的。施无星知道，他若是再坚持的话，就是惹人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这些银子我收下，至于九思说的欠的人情之事，我想现在就兑现。国师请说，但凡我们夫妻能做到，必不会推辞。我想在王府求一张长期饭票。两人不太明白施无星的意思。你们都知道我的命格特殊，对温度无从感知，但是这段时间在王府用膳时，我能尝到热腾腾的饭菜，所以我想用这件事换成每个月能来王府吃3顿饭。你能感觉到温度了？在王府的时候，有时候可以。我知道我的命格特殊，会影响到你们，但是我1个月只来3次，每次来之前，我都会如这段时间一般，给自己贴一个复运符，如此一来，对你们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。他这段时间看得清楚，荣九思的情节虽未过，穆云舒对荣九思的心意却十分明了。他若这一生都得不到他，他不会强求，但是他想离他近一些，偶尔能吃到一顿温热的饭菜，他这个要求太小，荣九思就算是想要拒绝，都不知道要如何拒绝。一些小事怕是当不得，这事儿对你们而言只是小事，对我而言却是大事。我说了不需要你们报答我，但是若不报答我，你们恐怕很难心安。我是道门之首，虽不至于无欲无求，但是我想要的东西基本上没有我得不到的，唯独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，对我而言是极其难得。这事儿你们可以考虑一下，要不要答应都由得你们。穆云舒听到他的话，心里有些不忍，只是他知道荣九思是个大醋缸，这事儿他不敢瞎答应。他看向荣九思，这事本王答应了，多谢。他如同来时一般优雅从容地离开。荣九思了解施无星，知道他不是那种玩弄心计的人。他刚才听施无星说他能感觉到温度，他便明白施无星为什么会对穆云舒如此特别。前任国师说这世上只有极特殊的一个人能让他感觉到这些，那个人就是穆云舒。你这一次怎么答应得这么爽快啊？那是因为我知道他没有恶意，他虽是国师，却也是个可怜人。穆云舒听到他这话有些意外，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你往后远离他些。我们如今和他沾染了因果，我怕被他的命格影响。我不太相信命格这个说法，你还是信一下吧。他之前真的是去谁家一趟，谁家都要倒大霉。穆云舒刚觉得荣九思这是在恶意重伤施无星，就看见一个侍卫匆匆跑了进来。王爷王妃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穆公子被人举报考试作弊，被抓起来了。荣九思的面色大变，科考作弊绝对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，这事一旦坐实，就算是荣九思也保不住穆清远。清远考试作弊，这怎么可能？消息哪里来的？可靠吗？属下今天和11大人一起陪穆公子去看榜，穆公子高中榜首，他的试卷被贴了出来，作为范卷供所有人看。有人看了他的文章后，从中指出了好几个点，说那些观点不可能是他的，因为他虽然是忠永侯府的嫡子，却并未入仕，年纪也不大，
不可能写出那么样的文章来。而后又有人说他是国师的弟子，国师前段日子曾去过副考官谭大人家中，且他虽是中永侯府的嫡长子，却不住在家中，曾有人亲眼见有考官从他的住处进出。慕云舒听到这些话，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现在人在哪里？已经被押去刑部了。十一大人不放心，跟他一起去了刑部，让属下回来报信儿。国师去谭大人家里和清远又有什么关系？有人证明国师去谭大人家里是为了替穆公子作弊。全天下人都知道国师的卜算之术天下无双，只要和他接触过的人，他就能测算出一些想法来。有人说国师等闲不见人，却独独见谭大人，便是要替穆公子从谭大人那里拿题呀。且国师这段日子常来定王府，便是将题放在王府里，由王府再转交给穆公子。这事简直就是扯淡！国师不过是去了一趟谭大人家里，就是去拿题的。国师来王府就是为了帮清远作弊，他们的想象力这么丰富，怎么不去写话本啊？就因为有人污蔑清远，就将他抓进刑部，他们可真行！他说完就往外走，荣九思一把拉住他：“你先别急，这件事情不对。这事何止不对，简直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对，这里面的逻辑链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说得通。科考取士是大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说句不夸张的，这是牵扯到了国本，所以但凡跟科考有关的事情，朝中处理时都会十分慎重。科考的第一名作弊，这事绝对是史无前例。朝中的官员听到风声，确实会去立即查证的，所以他们将清远带去问话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。不正常的是，这件事情将施无星牵扯进来，卜算试题之时，更是这些人鬼扯。且施无星是一国国师，虽是方外之人，却执掌3000道门，影响极大。这件事情更像是拿他做椅子，引出后面的事情。这后面还有什么事情？同一件事情，一个牵扯的是名不见经传之人，一个牵扯上了名人，你会更关注哪一个？且如此一来，我和国师都只能自证清白，不能插手案子。难道现在我们只能看着他们往清远身上泼脏水，什么都不能做吗？你别急，我会想出办法救出清远的。你有孕在身，别为这件事烦心，好好养胎。慕云舒伸手轻轻抚了一下肚子，她如今已经快孕9个月了，确实经不起折腾。自她怀着他开始，似乎就没有安生过。难道她真不该生这个孩子？慕云舒才动了这个想法，腹中的孩子就伸出小脚贴了一下她的肚子。乖，娘亲不会不要你。你在家里休息，我去刑部看看能不能把清远带回来。就算暂时不能把他带回来，至少不能让他们对他用刑。我相信清远不会作弊。他其实也很想跟过去看看的，只是他跟过去未必能帮得上忙，万一磕了碰了，后果难料。荣九思走后，慕云舒就算一再的告诉自己不必太过忧心，穆清远一定不会有事，可是他却无法让自己淡定下来。他想了想，索性在王府门口等着。剑妻劝他：“王妃，你回房歇着吧。这世上的事情，如果王爷都搞不定，你肯定也是搞定的，还不如安心的等着。”闭嘴！我说的是事实嘛。你有孕在身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养胎，就穆公子的事情交给男人去做就行了。你说的也对，我觉得我也不能在这里干等着，得给自己找点事做。王妃想要干嘛呀？你长得眉清目秀，要不穿上女装跳舞给我看呗？他掉头就跑，慕云舒一挥手，几个侍卫将他按住。王妃饶命啊！那么紧张干嘛？只是让你跳舞，又没要你的命，去换衣衫吧。他宁愿去刑房里领个40-50军棍，也好过穿女装跳舞啊。这事做完后，他一世的英名就毁了。我知错了，能换个处罚的方式吗？可是我现在只想看你跳舞，别磨叽了，赶紧的。剑妻欲哭无泪。慕云舒平时从不罚人，就是些许来朝时候会捉弄人。王府的这些侍卫都宁愿被荣九思罚，也不想被他捉弄。王妃原本心情就不好，你还往枪口上撞，现在你就好好给王妃跳舞，给她解闷吧。剑妻看到他们幸灾乐祸的眼神，就想把他们全给劈了。他心不甘情不愿的换上了女装，出现在慕云舒的面前时，哇，女装大佬啊！剑妻的五官比一般男子要清秀得多，换上女装，除了个子高一些外，竟没多少违和感。傍晚时分，荣九思回来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荣九思看了剑妻一眼，嘴角抽了抽，他轻摆了一下手，下去吧。剑妻飞快的跑了。怎么了？有点麻烦，清远的考卷被人换了，贴出来那张考卷不是他的考卷。下午有个考生的尸体被发现了，证明就是清远那张考卷的考生。巧合的是，那个考生才华横溢，是之前会试第1名的热门人选之一。那个考生和清远之前认识，两人之间还曾爆发过矛盾。这事和之前侍卫回来汇报的完全不一样，确实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和我之前猜测的一样，幕后之人是故意把施无星牵扯进来。有了那个传闻之后，施无星为了避嫌就不能再管这事儿。至于我，清远是我小舅的这事儿是不争的事实，他还是中永侯府的嫡长公子，光看这明面上的身份，他就是妥妥的权贵。而那位死的考生则是寒门学子。慕云舒的面色大变，他知道这事意味着什么。
是陷害。没错，这是一场有预谋、有计划的陷害。他们这一次行事十分小心，人证、物证以及作案时间和动机都设计好了。这一次我还不能去明面上救清远，因为只要我一插手，便证实了我帮清远谋害寒门学子的事实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不但不能插手，还得想办法自证清白。所以你这一次不会管清远？他是你亲弟弟，那便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不可能弃他于不顾。但是这次要救他，得从长计议。科举取士事关系到国本的事情，他没想到元明帝会利用参加科考的穆清远做文章，不惜杀死无辜的学子，栽赃陷害穆清远。清远的考卷在哪儿？没有找到，应该是被人烧了。他们不会留下把柄，所以不管我们往哪个方向查，对方一定全部都安排妥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点救清远的法子都没有吗？办法一定会有的，你别担心，这事我会处理好。穆云舒的眼眶发红，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后，穆清远一直对他百般维护，不管他要做什么，穆清远都无条件支持。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要救出清远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让清远出事的。这世上再干净利落的扫尾，也一定会有疏漏和破绽。元明帝这个狗玩意儿也太不要脸了。荣九思并不怕他们的阴私手段，若阴谋是直接冲着他来的，他能从容应付这件事情。从理智上来讲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舍弃穆清远。只是荣九思知道，这种事情一旦退让，后面就是无休止的退让，而他除了在穆云舒的面前退让过，还从未在别人的那里退让过。穆云舒担心穆清远，心里十分焦虑，再加上孩子的月份大了，被折腾的整夜的睡不着。荣九思看到他的这样子，十分担心，心里对元明帝的恨意达到了巅峰。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跟他说再多也都没用，只有把穆清远救出来，他才能安心。穆清远被抓时，沈西时、苏逸清刚好就离他不远。沈西时当时就要发作，苏逸清拉住他道：“不可，清远不可能作弊，他也不需要作弊。”他这段时间打听了不少关于穆清远的事情。穆清远年少时就有才名，聪慧绝伦。他还去过穆清远就读的书院，书院的夫子提起穆清远就赞不绝口。沈西时还曾去过穆清远去的地方，那些见过穆清远的人都对他赞誉有加。这样的穆清远懂事的让沈西时心疼。这几日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和穆清远联系，可是他们出门的时候，荣九思怕他出事，给他备了侍卫。沈西时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和穆清远说话。他们回到一人馆后，苏逸清道：“这事儿不对。”沈西时看向他：“李清远的成绩以及他的性子是不可能作弊的。且刚才事情一发生，人选里立即就有好些人起来应和，这事儿应该是早有安排的。什么人要陷害他？他是国师的弟子，还是定王的小舅子，敢陷害他的人本就不多。再加上这一次事情来得又快又猛，且还有各种人证和物证，能做到的人就更少了。你怀疑是元明帝？只可能是他。他这是为荣九思连累了。又是荣九思，事关大界皇权，这些事情我们明面上不好插手。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好插手，但是这件事情却又不得不插手。清远大概率是我儿子，我绝不能让他死在大忌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们都要救他。定王府守卫森严，荣九思对我们极为戒备，我们见不得清远。如果清远下了大狱，我们反而有机会了。先想办法见他一面，确定他的身份再说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因为是局外人，所以他比沈西时要冷静。在他看来，定王府守得太过严密，比刑部大牢还要难搞得多。毕竟刑部大牢只要给钱就能解决。苏逸清的效率很高，第二天就收买了刑部的官差。他们进去的时候，现在关注他的人很多，你们只有1刻钟的时间，有劳你们快点。苏逸清点头。因为荣九思的原因，刑部的人没敢对穆清远用刑。这一次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看起来十分阴郁。官差将牢门打开，然后便在不远处望风。苏相，是我，时间不多，我们长话短说。想来你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话，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朋友。今天我把我的这位朋友带过来了，需要和你确定一些身份。确认身份？你娘不在了，我没法要去问她关于你身世的事。眼下要确认我们父子身份，只能用其他的法子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沈西时，是苏逸清的朋友。我听他说云舒长得像极了你娘，你和我也有几分相似，便和他一起过来确认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从未见过，虽然我见到你觉得甚是亲切，打从心里就觉得你是我的儿子，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要先查验清楚。我带了碧血珠过来，若我们有血缘关系，珠子会变成红色；若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珠子则会变成绿色。碧血珠是南诏一个部落的圣器。清远应该也想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，不如一试。穆清远没有说话，咬破手指，把血滴在了珠子上。沈西时没有犹豫，也咬破了手指，将血滴了上去。在2滴血交融在一起的时候，整颗珠子变成了红色。你真的是我的儿子？用这么一颗珠子来认亲，我有疑虑。你们是南诏人，突然出现在这里，我不知道这颗珠子展现的东西是否可信。苏逸清和沈西时都笑了。你们笑什么？你身处险境，依旧保持警惕，并不轻易信任何人，这一点极为难得。你会怀疑这件事情
情并没有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来验证另一个可能性。将他的血滴了上去。你再试一下。穆清远挤开了伤口，滴了一滴血在珠子上，2滴血交融，珠子发着绿光。穆清远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我能看看这颗珠子吗？苏一清递给他，他拿着那颗珠子，也没有发现上面有什么地方能做手脚，又滴了一滴血上去，然后看向沈西石。沈西石在知道穆清远就是他的儿子时，耐心极好，滴了一滴血上去，白色的珠子就泛起了红光。穆清远依旧不放心，又滴了一颗，然后看向苏一清，他有些无奈的配合滴了一滴血，珠子变成绿色。穆清远到此时才算是基本信了他们的话。你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？这颗珠子在认亲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出过差错，再加上你和云舒出生的时间也对得上，云舒像你娘，你像我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你是我的儿子。你既然是我爹，我娘为什么会嫁给钟永侯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今天时间不多了，我就不和你细说，等把你救出来以后我再和你说。眼下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作弊，有没有杀那个考生？没有。只要是你没做过的事情，就不能栽在你身上。你不要害怕，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正在此时，官差过来的。时间到了，你们赶紧走，一会儿换房，被人发现就会很麻烦。沈西石想要抱一下穆清远，见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并不看他，知道穆清远一时间还不能太接受这件事。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。穆清远没有说话，只轻点了一下头。他这会儿其实心里很乱，他一时间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他们。只是他如今身陷牢狱，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骗的。难道沈西石真的是他的父亲？他这几日饱受煎熬，现在再加上这件事情，他只觉得脑仁都有些疼。沈西石和苏一清出去后，坐进马车里，他再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清远真的是我的儿子，云舒是我的女儿。你先冷静下来，这种事情怎么冷静？显然他为什么要怀着我的孩子离开我？若不是你这一次遇到他们，我只怕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，显然为我生了2个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确定清远和云舒的身份了，这就是一件好事。眼下云舒临盆在即，清远又身陷牢狱，我们得想想要怎么把清远救出来，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你说的没错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清远救出来。他有想过直接爆出穆清远的真实身份，逼元明帝放了穆清远，只是这个念头才冒出来，他就彻底打消了。若是元明帝知道穆清远是南诏的太子，第一反应不是放了穆清远，而是想办法杀了他，然后嫁祸给荣九思。他不想刚刚找到穆清远，就又失去穆清远。外面传来喧闹声，只见上百名学子义愤填膺的朝刑部的方向走了过来，他们嘴里喊着：穆清远科举作弊，罪不可恕，杀了穆清远，为罪事报仇。穆清远乃是读书人之耻辱。旁边围了不少的百姓，他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穆清远是钟永侯府的嫡长子，还是定王的小舅子，有定王保他，他肯定死不了。我听说穆清远之所以能无声无息地杀了何罪师，是因为有定王相助。定王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吧？这可不好说啊，我听说定王都没把皇上放在眼里，就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。眼下朝中的武将都归定王在管，他若是在会试里做些文章，时间一长便能掌控文管了。沈西石听到了这些话，面色冰冷，因为他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汹涌的民意，这中间很明显有人刻意在引导，所以这些言论才会如此一边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要救出穆清远就难上加难。你先别着急，荣九思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这件事情他必定会有所应对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跟荣九思联手。我们不能和荣九思联手，和他联手只会加速元明帝动手。我们进京后，因为你和荣九思说过话，元明帝就对我们颇为猜忌。这件事情是元明帝精心策划的，那么他就不会允许有任何闪失。我们只要和荣九思走得稍微近了些，他就会觉得南诏和荣九思之间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。若不和荣九思联手，我们要怎么救？明面上救他是救不出来的，因为元明帝随时会杀人灭口，所以只能用非常规的手段去救他。他太清楚一国之君想要为一个人罗织罪名，想要一个人死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这一次元明帝的安排可以说是狠毒无比，断了穆清远所有的后援和退路。主上想要怎么做？青羽卫现在在哪里？他们都在京城外，若是主上要用到他们的话，可以随时调动。只是南诏和大信一向交好，这一次一旦动手，后果可能会有些严重啊。元明帝连姑的唯一的儿子都要杀，姑跟他客气什么？南诏虽然地处南面，却也不怕大晋，更不要说元明帝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。荣九思就算没有反意，也会被他逼反。荣九思一旦反了，大晋必乱。南诏之前整体国力不如大晋，这些年在沈
沈西石的治理下，国力日渐强盛。真要和大晋开战的话，如今的沈西石是有底气的，他不会让他的孩子被大晋欺辱。荣九思这几天一直在为穆清远的事情找突破口，却没什么进展。元明帝这一次是铁了心的要把荣九思拉下水，围扫的极为干净，没有留下任何破绽。荣九思也曾为这事进宫找过元明帝，提出让穆清远当着众人的面再考一次，自证清白。这个提议直接就被元明帝给否决了。他假惺惺的道：朕也相信穆清远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但是才华和品德并不是一件事。大晋取士不仅要看对方的才能，还要看他的品行。只有品行极佳的人才能通过科考成为大晋的栋梁。就算穆清远再有才华，他杀了那个学子的事情终究是事实。这样的事情摆在面前，就算他再有才华，也难以平天下人之怒。朕刚看了刑部送上来的折子，穆清远的罪证确凿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都得被问罪。朕知道你和云舒的感情极好，云舒和穆清远的感情也极好，只是国法当前，容不得私情。你本是这世上最刚正之人，若为他徇私枉法，就算是朕也护不住。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，别人不知道，皇兄又岂会不知？朕知道什么？朕只相信刑部送上来的卷宗。如今穆清远会是作弊之事已经完全定了下来，他为了掩盖这件事情，杀了那位考生，也是证据确凿的事实。荣九思看到了元明帝眼里的得意，还看到了元明帝眼里的挑衅。如今关系到穆清远的一切都在元明帝的把控之中。纵然荣九思得到全天下武将的认可，文臣却握在元明帝的手里。文臣们诛心的手段，口诛笔伐的能力，远在武将之上。当元明帝授意下去的时候，自然有人替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十分妥当。皇兄要怎样才能放过清远？九思这话有些过了，穆清远做下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就算是朕也不能偏私。朕这皇帝不是荣氏一族的皇帝，而是全天下人的皇帝，朕需要给全天下人一个交代。当然，世人对这个事情的怀疑和愤怒，说到底都和九思有些关系。若九思不是定王，若九思手里没有执掌着兵权，不是穆清远的靠山，或许能平分，保下穆清远一条命。荣九思若是保穆清远，就得主动上书自己废了自己，还得把所有的兵权交出来。他也清楚的知道，他若是真的这么做了，元明帝第一个杀的就是他。同时元明帝也不会放过穆云舒和他腹中的孩子。这世间的女子千千万，穆云舒再好，她也只是一个女子罢。所以还有一个法子，只要九思休了穆云舒，便和穆清远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这样九思也能从这件事情中脱身，九思也不用担心娶亲之事，朕可以为九思赐婚。以九思的身份，一个正妃，两个侧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皇兄还真是为我思虑周全呢。你是朕的亲弟弟，朕自然会为你着想。穆云舒原本就配不上九弟，九弟真的不必为他涉险。这些事情荣九思并没有瞒着穆云舒，都对他说了。穆云舒问荣九思：所以你不打算救清远了？眼下这种情况，我很难平安救出清远。穆清远在刑部里一点罪都没有受，这固然有荣九思的交代，更多的却是元明帝的安排。因为元明帝知道穆清远越是没有半点损伤，就越是表示荣九思在护着穆清远。可是清远是我亲弟弟，他若是真做了这些事情，他要被人处死，我没有立场去管。可是我们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他被元明帝盯上，说到底都是因为你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说过我不管清远，只是得换一种方式去管。我之前就答应过你，我一定会救出清远的，你要相信我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元明帝占尽了上风，荣九思知道他绝不会轻易罢手。在这种时候，只有另找能威胁到元明帝的条件，才能让他放了穆清远。如今荣九思也已经有了计划，只是这件事情他有孕在身，原本就休息不好，不能再受其他的刺激。那件事情他以后再跟他说。你真的会救清远？是，我一定会救出清远的。穆云舒听到他肯定的答案，心略宽了几分。有孕在身，这些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，你不要管。如今天气已经很凉，你将要临盆，京城中的天气太凉了。我在城外有个温泉山庄，里面十分暖和，最适合你生产和坐月子。时些我送你去那里住吧，等我把清远救出来了，你们就直接去我的封地，远离京城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你只要相信我会安好，清远也会平安出京就够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养好自己的身体。我信你，但是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元明帝现在就是个疯子。你别担心，我有对付他的法子。好。荣九思叫来尹兆峰，让他帮着准备东西。荣九思和穆云舒吃完了午饭，东西便全部收拾好了。温泉山庄离京城并不远，此时出发，天黑前能到。你救清远的时候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和清远一样重要。真不容易啊！我居然能在你的心里跟清远一样重要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用这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说话了？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说是这种说话的方式我都学不会，岂不是白混了？他到这个时候了，嘴还这么毒，就你这性子，普天之下也只有我能忍得
得了你。巧了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你安心待产，别管京中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平安带着清远出京，然后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去封地。那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他知道自己现在大着肚子，根本就帮不上忙，留在京城只会是他的拖累。他到这个世界后，就一直有些恨自己无能。他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，在这个时候总归能帮得上一点忙。好，慕云舒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在荣九思松开他的时候，他飞快的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。凭什么就你能亲我，我也要亲你？你随便亲，要不这边先亲个对称。你想得美！他说完，扭头就上了马车。荣九思对剑妻道：“好好保护王妃，她若擦伤一块皮，本王就直接剁了你。”王爷放心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王妃擦伤一块皮这种事情发生。机灵一点，她若是要生了，就赶紧给本王传消息。王爷放心，我最机灵了。荣九思轻点了一下头。马车朝前走的时候，慕云舒对荣九思道：“王爷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今天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其实我也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”荣九思直接奔到他的身边道：“你方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”那你这次可要认真听清楚了，我说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荣九思一把将他抱进怀里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我的，毕竟我这么好。云舒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好开心。我也很开心。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。你在温泉山中安心养胎，我会尽快过去看你。好。荣九思等慕云舒离开之后，他对尹兆峰道：“去安排吧。”王爷真的想好了？是的，想好了。眼下我们只能暂时先拖着元明帝，就算是要动手，也得等云舒把孩子先生下来。他即将临盆，经不起折腾。既然王爷决定了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。荣九思点头。尹兆峰下去处理相关事宜，陈王和陈王妃便过来了。他去城外住也好，京中太吵了，难免会影响到他。我瞧着再这样下去，京城怕是会生出变数来。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，可没有人逼他。依我看，那对母子都不是什么好鸟，他们今早有一天会把自己作死。慕云舒坐在马车离开王府后，由车夫驾着马车一路往城门的方向走去。荣九思这一次把他送出京城，他知道这是他对他的一种保护。他若没有临盆在即，他是肯定要陪在他的身边的。他到了温泉山庄后，门口早有管事在等他，告诉他山庄里已经全部清扫完毕。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。从第3天开始，剑妻看他的目光和平时有些不一样，眼里多了几分怜悯。慕云舒被他这样看了几回之后，便问他：“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做什么？”我只是在想，王妃什么时候生孩子？算算日子，好像也快了。生孩子这种事只能顺其自然，急是急不来的。他其实是有法子把孩子提前催下来，但是这样一来会增加生孩子的危险性。这个时代的医药不发达，他虽然是个大夫，但是医者不自医，真要出了什么状况，他到时候是没法子救自己的。王妃说的是，这件事情急不来。他为了能顺利把孩子生下来，每天都会挺着肚子在山庄里缓缓散步。这天他随意走到后院，听见有人在说话。听说帝王已经休了现在的王妃，要另娶新妃。我也听说了，他不仅会新娶一个正妃，还会同时娶2个侧妃进门。慕云舒听到这个消息愣了一下，却并没有太过相信。王妃看起来都快要生了，王爷却将她抛弃了。哎呀，她也是个可怜的。她有什么可怜的？我可说了，她之前就是个大废物，能嫁给王爷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。我还听说了一个秘密，之前不太信，现在却觉得有可能是真的。什么秘密啊？王妃不贞，她上次来别院里住的时候还偷人了，大家都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爷的啊，真的假的？8成是真的，否则王爷又岂会在她即将临盆的时候把她打发到这儿呢？你以为王爷派这么多人守在这里是保护她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这些人是来看着她的，不让她跑了。什么人在那儿？说话的2个仆妇忙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剑妻一直陪在慕云舒的身边，刚才他走开了一会儿，这会儿见慕云舒冷着脸，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冲撞王妃！你们刚才说的是从哪里听来的？这事儿早就传遍了整个京城，我们也是听人说的。王爷休我另娶的事情传遍了整京城。王妃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他们就是胡扯的，没有的事儿。王爷对王妃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休了王妃？慕云舒看了剑妻一眼，就算王妃不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王爷呀。慕云舒想起他离开王府那天，因为他说了句喜欢而欢喜的不像样子的荣九思，那样的荣九思又怎么可能会休了他另娶？只是这种事情不可能空穴来风，他得确定一下。你们说王爷把我休了，另娶新的王妃，那么新的王妃是谁？他们一看就是在胡说八道。王妃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，重打20大板。2个仆妇吓得脸都白了。等一下，剑妻此时一个头2个大，他是真的很想把那2个仆妇的舌头剪了，让他们把话说完再走。你们若是有疑
一个字的假话，我就让人拔了你的舌头。剑妻还想再说点什么，你再说话，我就先把你的舌头拔。是苏相府的二小姐苏兰心。慕云舒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他再想想剑妻这几天古古怪怪的眼神，他便能肯定这事儿是真的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？我不知道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是王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这件事情等我见到王爷，我会亲自去问他。王妃说的对，这事儿得亲自去问王爷，别人说的话都不算。他虽然这样说，其实要说他心里没有一点担心，那也是骗人的。慕云舒，你要相信他。荣九思自慕云舒去别院之后，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着后续所有的事情。他只是让山长整理出穆清远这些年来在书院里的考卷，以及他平时练习写的策论，贴在了书院的门口。山长亲自站出来说，以穆清远的能力，他不需要作弊就可以考进前10。他性情温和，自从到书院读书之后，几乎就没有跟人吵过架。他这样的人绝不可能会做出那样杀人作弊的事情来。书院的山长是名扬天下的大儒，他的话让很多被蒙蔽跟着起哄的书生冷静了下来。他们来书院看了穆清远的文章，都被他的文章惊艳了，京中喊着要处死穆清远的声音变小了起来。王爷真的要娶苏玉心的妹妹？当然不会，这是之前本王曾和苏府那只老狐狸做过一个交易。云舒生完孩子之后，我们就会回封地，这个时候需要那只老狐狸帮忙，再顺便给元明帝添些堵，让他暂时没有精力给本王找麻烦。且也只有这样，元明帝才不会对清远下杀手，能保证他的性命。可是现在赐婚的圣旨已经下了，间隙传来消息说王妃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王爷就不怕王妃因为这件事情而生你的气？间隙也说了，云舒根本就不信这些，还要听本王亲自解释。等这边的事情了结之后，本王会亲自跟他去说明所有的一切。到时候他要是要罚本王，本王都由得他去。云舒是本王见过最聪明的女子，那天走时，她告诉本王她喜欢本王。她那么聪明，应该已经猜到了本王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安排的原因。王爷若是有空的话，这2天还是抽时间去一趟别院那边，亲自跟他解释一下吧。王妃就算是再聪明，她也是个女子，女子心思大多细致敏感，容易胡思乱想，更不说她如今怀着孩子，妻将临盆，最忌这些。你说的对，本王今夜就去跟他说。他其实几天前就想去看他，他不在身边，他很是想他，只是元明帝和苏府的人盯他盯得紧，他怕他过去会给他带来危险。若是被人发现他之前的计划，可以说是功亏一篑。正在此时，剑11进来道：“王爷，连苏出宫了，很好，他总算是出来了。不枉本王等了他这么久，你亲自去一趟，把他抓过，要活的。本王有话要问他。”剑11领命而去。2个时辰后，他便将打得鼻青脸肿的连苏带了过来。跪下！连苏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。王爷，这孙子狡猾得很。属下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护着他那些侍卫全部用蛊虫控制住了。那些人跟疯了一样跟我们打，差点把巡城卫引过来。这孙子还给我们放蛊，要不是王妃之前配了一些防虫的药，今天可能就在他手里了。你就是元明帝养的蛊师，你和龚先生是什么关系？龚先生是我师傅，元明帝中了蛊之后，让我帮他把蛊虫取出来。那你把蛊虫取出来了吗？那蛊虫十分厉害，根本就取不出来。那蛊虫有多厉害？若母蛊在，可用母蛊控制子蛊，让中了子蛊的人对拥有母蛊的人言听计从。母蛊上次被王妃踩死之后，子蛊便算是失控了。那子蛊每隔10日就会释放出极为浓烈的毒素，会让人心绞痛。若不用药物镇压，会一直痛下去，且随着体内毒素越积越多，痛感会越来越强烈，不再局限于心绞痛，而是各内脏都会疼。荣九思的眸光冰了，他听连苏这么一说，就知道元明帝是什么时候中的蛊了。说到底，元明帝就是自作自受。蛊虫还会啃食人的内脏和皮肉，它是一点一点的蚕食的，且它还不会盯着人的一个内脏啃食，而是慢慢啃食。正常情况下，只需要3年的时间，就会把人啃得只剩一张皮。好恶心，好狠毒啊！那蛊虫是元明帝让我师父培养出来，就专门对付王爷的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师徒培养了其他的蛊虫，它都嫌不够厉害，它控制不了王爷，我们没有办法呀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养出这一对蛊虫。荣九思听到这话，倒没有太过意外，这种行事的方式真的很元明帝，恶毒到了极致。他这是自作自受，我师父也被王爷杀了，这些事情与我没有关系，还请王爷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荣九思还没有说话，呸！你倒是撇得干净，这些蛊虫是你们师徒俩培养出来的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无辜？我是喜欢养蛊虫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害过人呢。我家王妃在宫里遇到那堆蛊虫，你敢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我那是被逼的。他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就挨了剑11一巴掌。我若不配合，他们就会杀了我，我只是想要活着。血真多，你们要杀就杀吧，
在我死之前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知道王爷肯定猜出来，你之前中的毒是我师父下的，那种毒十分厉害，里面用了很多种毒药，配比十分精妙，中毒之后根本就无药可解。中毒的人只要体内还有一丝毒素，就能再卷土重来。内毒就算是逼出来一些，只要用特殊的药引，就能轻易引起毒发。内毒前期发作时，只会让人心口剧痛，到了后期一旦发作，如果不做引导，一旦毒发必死无疑。可是我听师父说过，到后期的时候，他给王爷用过引子，王爷必定毒发过。王爷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一旦毒发，必死无疑。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，尤其是刻意用引子引发的毒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是中毒之人内功深厚，倒也能压一压。只是通常情况下，这样一压就会压出引血来，需与女子同房才能活下来。因为这种毒素太过特殊，还会影响人的记忆，所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，应该是没有记忆的。荣九思听到这话，一把抓住连苏的领子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我说内毒很厉害，后面的内功深厚之人能暂时压下毒性，若与女子同房可保一命，但是会失去记忆。你确定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确定，内毒是我和我师父一起制出来的，在制出来之前，我们曾经找过死刑犯试过药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此时连苏的这番话却告诉他，睡了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他，只有是他才可以避开侍卫们的视线进到他的房间，也只有是他才会一直说是他。只是这件事情他还有不解之处。这种情况下，本王有可能站得起来吗？我正要说这事儿，若是真出现这种情况，原本凝滞的经脉会再次通达，所以如果王爷当时的腿脚行动不便的话，短时间之内是能站得起来的。竟是如此。他之前否认这件事情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腿当时不良于力。如今他知道，在那种情况下他是能站得起来的，那么他之前说的就完全成立。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找盖着他的人皮面具的男人，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。没有那么一个人，他自然就不可能找得到。从始至终，睡了慕云舒的人就是他，他腹中的孩子是他的。荣九思之前找了很多的理由和借口说服自己接受这件事情，但是在他的心里又怎么可能做到完全不介意？如今真相大白，他才知道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奸夫，他从始至终都是他的。他此时还有些庆幸，好在他从来就没有伤害过那个孩子。他有时候也曾暗搓搓的想过，要是没有这个孩子就好了，他和慕云舒之间的感情会更好。如今他却想给自己一巴掌。荣九思欣喜若狂，他现在就想去找慕云舒，告诉他这件事情。贝麻，他怎么处置啊？先留他一条狗命，等本王见过云舒之后，再决定他的去留。王爷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毒是怎么解的？把他带下去。他还想要再说些什么，你再叽歪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不敢再问了，只是他的心里还是很好奇的。他觉得荣九思真的太不厚道了，这样什么都不知道比杀了他还难受，但是他又舍不得死。侍卫很快就把马牵了过来，荣九思正准备上马的时候，门房来报，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请你进宫一趟。荣九思知道此时元明帝找他是为什么，他心里虽然欢喜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得跟元明帝周旋。他要见慕云舒，可以等到晚上再去找他。好，本王现在就进宫。而此时慕云舒正在院子里散步，此时已至黄昏。慕云舒虽然心里有事，面上却还是十分平静。正在此时，一支利箭朝他射了过来。慕云舒反应极快地偏了一下头，那支箭飞了出去，剑气立即将他护在了身后。山庄里响起了警钟，有侍卫大声喊：弟媳，保护王妃！慕云舒知道荣九思安排了不少的人保护他，他倒没有太过慌乱，只是这一次来的敌人远比他们预期的要多得多，侍卫再勇猛，一时间也挡不住对方近10倍的攻击。妃还能走吗？我没事。剑妻拉着他走到了后院，找来一辆马车。此时杀手已攻到他们的身边。剑妻虽然二，但是他的武功极好，没让一个黑人冲到他的面前。王妃，快上马车！慕云舒没有耽搁，直接就跳上了马车。剑妻飞快地跳上马车，他一挥马鞭，马鞭飞快地朝外奔去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军营，那里有荣九思最精锐的兵马，只要到了那里，便没有人能再伤到慕云舒。王妃，坐稳了。正在此时，马车的车轮折断，再不能用了。王妃，跟我来。还有更多的黑衣人围了过来，侍卫加剑妻一起只有5人了，而那些黑衣人密密麻麻，数量极多。一会儿我会拦着这些人，王妃找机会逃走，你一路往西就是王爷的军营。那你呢？我知道王妃把我当朋友，而我也很开心有王妃这个朋友，说这次我能活下来，下次王妃帮我娶房媳妇呗。我也很高兴有你这个朋友。剑妻，你答应我，不管一会儿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想办法活下来。那是当然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还想以后吃王妃煮的锅子呢。好，我以后煮给你吃。我要一个人吃1整条羊腿，你们都不许
去跟我讲。好。此时黑衣人已经攻了过来，走！慕云舒没犹豫，快速离开。这里是一条不是太宽的山道，剑气带着几个侍卫一拦，便将黑衣人全部拦了下来。砍杀声十分激烈，慕云舒听到这些声音，却完全不敢回头。他一回头，就看见自己不想看的东西，就再也没有离开的勇气。他的手握成拳头，告诉自己，他的命是剑妻和众侍卫拼死护下来的，所以他绝不能死。他的身后又有脚步声传来，他知道这是剑妻他们出事后，那些黑衣人又追了过来。黑衣人举起手里的剑朝他砍了过来，他却侧身避开，然后一剑刺进了黑衣人的心脏。其他的黑衣人看到这情景有些意外，之前的那些小事之心都散了。有黑衣人冷声道：燕王妃，你若乖乖跟我们走，我们可以留你一条命。留着我的命用来威胁荣九思吗？黑衣人没有说话。我是不会和你们走，有本事就杀了我。你既然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众黑衣人齐齐拔了剑，只是慕云舒还来不及动，四周就传来了破空声。下一刻，围着他的黑衣人全部倒地而亡。慕云舒先是一惊，继而笑了起来，应该是荣九思赶过来了。九思，来人清一色的紧身青衣，衣着打扮和定王府的侍卫完全不同。他愣了一下，走出两个人来。苏相见过公主，我救驾来迟，还请公主见谅。慕云舒听到这话十分意外，他往自己的身后看了看，看到身后再没有其他人。公主，苏相，你是不是弄错什么了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当然不会弄错。这位是我南诏的国主。慕云舒再次一愣，他虽然见过沈西时一次，但是当时沈西时混在苏逸清的侍从中，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他。此时他听苏逸清这样介绍沈西时，心里满是震惊。他的目光落在沈西时的身上，见他此时眼睛有些发红，看向他的目光满是疼惜隐忍，他便明白沈西时可能就是苏逸清曾经说起的那位朋友。沈西时看到他，不自觉的就想起了屈嫣然，他不自觉的便去想，当年屈嫣然是不是也曾如此狼狈过？他心情极度复杂，看着这样的慕云舒，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你们既然是来救我的，那先帮个忙。他盼着剑气能撑久一点，只是事情发展不能如他愿。他们过去的时候，王府的侍卫都已经战死，剑气的尸体横在山坡上。慕云舒瞬间泪流满面，他心里难受，一言不发。沈西时看着他，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苏逸清见两人都不说话，便道：我之前对公主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。前几日我和国主去见过一次清远，已经验明了你们的身份，你们确实都是国主的孩子。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还请公主殿下一步随我们上马车。慕云舒对他们说的将信将疑，且他们看起来对他也不像是有恶意的样子。他没有犹豫，直接就跟着他们上了马车。沈西时定定地看着他，苏逸清则道：我知公主殿下一定还有很多疑问，你想问什么现在都可以问。他是南诏国主，也就是我的生父。是的。你们是哪里见的清远？又是怎么确定我们的身份的？我们是在刑部大牢里见的清远，是用这颗碧血珠确定了清远的身份。怎么用？苏逸清把那天对穆清远说的话再说了一遍，笑道：清远当时也不太信这件事情，所以当时他拉着我和国主各试了2遍，最终才确认了这个结果。慕云舒先仔细看了一圈，没看出什么异常来。这个东西准吗？非常准，公主要不要试试？好啊，试试呗。这东西要是真的好用的话，以后他把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还可以用来确定一些事情。要不您先来。好。他往珠子上滴了血之后，慕云舒也滴上，很快珠子变成了红色。慕云舒又拉着苏逸清也试了一下，珠子变成了绿色。这颗珠子有点意思，不是亲生的就变绿，这是和绿帽之说不谋而合了。公主说的是。国主，很抱歉，虽然现在你们用这颗珠子证明你是我爹，但是我们应该算是第一次见面，我跟你不熟，这声爹我没办法喊出口，还请见谅。此时凑得近了，慕云舒也算是看清楚了沈西时的模样，且细看时，他和穆清远的长相确实是有相似之处。我能理解，这事先不急，等你以后想喊的时候再喊。慕云舒原本对于他们的珠子验亲之说打了个大大的问号，怕他们另有所图。可是此时他见他们这样的反应，他便知道沈西时可能真的是他的父亲，因为人的表情可以作假，行为也可以作假，但是眼底深处的东西是做不了假的。他在知道他不是钟永侯的女儿时，他曾想过他的生父到底是谁，他却没有想到他的生父竟有这么牛逼的来头。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们到了京城后，就一直想要和你们取得联系，但是定王对我们似乎有些误解，一直阻拦，我们被逼无奈，只得派人
人在定王府门口盯着。所以我到别院的时候，你们的人也在外面盯着。是的，我们当时觉得荣九思不在你身边，应该有机会见到你，没想到荣九思的侍卫们一个个都轴得很，完全不给我们机会。我们原本想着要不要想个办法混进别院见你一面，还没定好计划，荣九思便对外放出休了你的话。这是我知道，他应该是为了救清远，用这件事情作为幌子，拖延时间，等我生产完之后再动手救清远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他是我的夫婿，我信他对我的感情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信他。你真是个傻姑娘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别院里不知道，荣九思已经当着全京城的面休了你了。慕云舒的眸光微深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请元明帝为他赐婚，他这一举就要娶3个女子回府，那3个女子都有着十分显赫的家世，能帮得到他。更不要说如今的京城里面还满是关于你的流言。什么流言？他介意的是苏玉清说的赐婚之事，竟不是元明帝强行赐婚，而是荣九思主动求娶。这件事情的主动和被动之间，对慕云舒而言差别极大。是关于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荣九思的孩子的流言吗？你这么快就猜出这个流言？那你肚子里的孩子……他们都是人精，稍听了一点话头便能明白更深一层的意思。慕云舒却没有就这事儿再跟他们往下讨论。所以荣九思要娶那3个女子，婚期都定下来了，就在10天后。这件事情有些不对，说他真的要休了我，直接说便是，怎么会将我安置在别院里？还有，他若真的不要我了，那我就是他的弃子，他为什么让那些侍卫拼死护着我？那些侍卫为什么会拼死护你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今天过来追杀你的黑衣人是谁派来的。是谁？是苏府的人。慕云舒愣了一下，是大晋的苏府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恰好都姓苏而已。苏玉心派来的。苏玉心不过是苏府的嫡长女，且已经嫁了人，调不动苏府的死士。整个苏府能调动死士的只有苏相一人。苏相将他的长女嫁给了三皇子，从某种程度来讲便是一次下注。荣九思和元明帝不和，这事儿整个京城人尽皆知。苏相在这个时候还愿意把他的嫡四女嫁给荣九思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想了也知道。慕云舒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，他当然知道，这意味着荣九思得到苏相的认可。荣九思原本已经得到了众武将的支持，苏相是百官之首，他得到了苏相的支持，那便算是得到了文官的支持。你们说的那些都只是明面上的事情，这里面一定暗藏着我所不知道的原因，这事我要亲自听他说。你这性子和你娘简直一模一样。我要见荣九思，当面问他。你当面问他，不过是想从他的嘴里听到你想听到的话。若是一个男子存心想要骗人的话，他会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，他嘴里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是真是假，我自己能分辨。我若不见他一面，不亲耳听他说这些，我是不会信。所以我请你帮一下我，让我再见荣九思一面。如今京城并不太平，荣九思对你心怀叵测，你又有孕在身，再回去是怕。去安排。若荣九思真的有其他苦衷，我们帮他便是。若他真是为了权势要娶苏府的女儿，对云舒赶尽杀绝的话，大不了和他拼了。我终究是南诏的国主，怎么也保得下我的女儿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多谢。你不必对我道谢，但凡是你想做的事情，我都会帮你做到。慕云舒之前对他的身份还有些怀疑，此时听到他的这句话，他的怀疑便散了个干净。你们救了我，那清远呢？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救他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一早便能把他从大牢里救出来。慕云舒听到这话，长长的松了口气，又向沈西时轻声道了谢。沈西时听到他的道谢，心里有些复杂。慕云舒要见荣九思，就需要再回到京城。他们一行人便往京城的方向走去，只是他们还没有到京城，慕云舒便有些不舒服。沈西时见他不舒服，便让车夫在城外找了家客栈，让他先休息。你要不要急？要不要去帮你请个大夫？不用，我自己就是个大夫。他说完自己给自己扎了几针。你竟还会医术？您之前应该调查过我吧？是的，之前你的身份不定，我调查过你，想知道你的过往和脾性，想对你了解更多一些，并无恶意。你当时看到我的那些过往，是不是很失望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和清远都不容易，作为父亲没有保护好你们，是我的失职。我娘怀孕的事情你一直都不知道吗？你娘从未对我说过，当时我们因为一件事情正在闹别扭，我觉得她不可理喻，她觉得是我脾气太大。当时她跟我说，既然她在我的心里那么不堪，还不如就分开。我当时也在气头上，说分开就分开，谁若后悔谁便是小狗。然后你们就分开了？是啊，当时我年少气盛，极要面子，头也不回的便走了。我以为你娘这一次也和之前一样，是在跟我闹别扭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后面我等了1个来月，她还没有来找我，我心里就急了，便又折回去找她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到她。这些年来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当初我若是不跟她吵架，我和她是不是就不会分
诚恳，又或者是我当时哄哄他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再离开我？如果当时不是那么要面子，早点回头去找他，是不是还能挽回他？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找他吗？是的，一直都在找他，而他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再不见任何踪影。那你后悔吗？后悔，非常后悔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若是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和他吵架。所以你这次没有拦着我，也是因为你想起了我娘吗？是的，你和荣九思的事情让我想起了我和你娘。我虽然很不喜欢荣九思，但是你若是喜欢他的话，我不会拦着你们。他这一次事情做得十分混账，但是他若是有苦衷，你也愿意原谅他，我顶多为难他一下，不会阻止你。您这性子我还挺喜欢的。你若是喜欢的话，就早些喊我爹，让我开心开心。外面传来马蹄声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沈西时的眸光也深了些，会在这样的夜里骑马的人绝不会普通。正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一记难言：定王，请留步。穆云舒听到这句话，先是一愣，继而一喜，是荣九思。苏相连夜出城，不知有何要事。我今天听说定王半夜出城，便过来看看，不知道定王这大晚上要去哪里啊？先帝死之前曾叮嘱过苏乾，让他辅佐荣九思，当时他也是答应过的，只是荣九思不在京中，元明帝以极为狠辣的手段血洗了皇宫，苏乾没做多少挣扎，他投靠了元明帝。这几年，荣九思和苏乾各取所需，合作过几回。许是因为这几年元明帝对苏乾更加倚重，苏乾的野心渐长。荣九思发现苏乾已经动了其他的心思，他对苏乾便也动了杀心。这一次，为了营救穆清远，荣九思决定最后用一次苏乾。他出京之后，元明帝必杀苏乾。只是眼下苏乾还有用，他还是耐着性子。本王去哪里，苏相都要管的话，会不会管得太宽了？哈哈，王爷的事情我自然不能管，也不敢管。我来只是想提醒王爷，你与小女的婚期在即，我们又有约定在先，王爷不要冲动啊！苏相怕本王冲动什么？我之前听说一些王爷和穆云舒之间的传闻，传闻说王爷对他情深意重。穆云舒听到这话，心跳不自觉地快了些。本王和穆云舒之间是怎么回事？别人不清楚，苏相还能不清楚？我本来是很笃定，毕竟穆云舒无论才华、能力以及家世，没有一样能配得上王爷的。但是前段时间，王爷为了穆云舒和皇上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为了他连皇上的脸都打，就难免有些担心了。苏相担心什么？我担心王爷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，真的对穆云舒动了心。苏相多虑了，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。为什么不可能发生？本王当初为什么娶穆云舒，苏相再清楚不过。洗庙换盖头的事情，说本王不睁只眼闭只眼，苏雨欣根本就不可能成功。穆云舒听到这句话，身体轻抖了一下。他知道荣九思的心思一向极深，但是他对他的情谊，他是能感觉得到的。他安慰自己，就算荣九思真的参与了那件事情，也无关紧要，只要他是喜欢他的就行。还请定王解惑。本王的这个正妃说句不好听的，那就是一个工具，吸引他们仇恨的工具。本王越是宠着他，越是对他好，他们就越是容不下他，就越是想要杀了他。他们越是想要杀了他，就会露出越多的破绽。这不，他们要是不自乱阵脚的话，本王又如何能让他们在天下人面前丢尽脸面？因为他清楚地记得，他们大婚的第2日，荣九思就让他和他一起进宫，在太后的面前扮演恩爱夫妻。他当时以为是太后故意恶心荣九思，听到荣九思的这句话，他才知道，他从那时起就把他推向风口浪尖。他再想起后面他们相处的种种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演戏，而他则是他手里的一枚棋子。定王说的是，只是这件事情都是定王的一面之词。我要怎样才能相信定王真的对穆云舒没有感情？他只是你的一枚棋子。这事很简单，这是本王和穆云舒刚成亲时写下的和离书，他对本王而言，从一开始就是利用的工具罢了。王爷真是深谋远虑，王爷早将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是我想多了。也是，像穆云舒那样的女子，是无论如何也配不上王爷的。穆云舒的身体控制不住的有些发抖，他离开王府逃亡的时候，不小心弄丢了和离书，后面再提起这事，荣九思就赖账不承认。他以为那是因为他喜欢他，如今成了取信苏相的证物。他再想到后续的事情，他逃走后，荣九思发了疯一样的追他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喜欢他，而是因为他还有用。他被抓回来之后，他之所以会对他好，不过是因为他发现他不再听从他的安排，而他还需要他为他吸引元明帝和太后注意。至于他腹中的孩子，他能接受，不过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所以他才能容许这个孩子的存在。若他只是他手里的棋子，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孩子是谁的，那么他又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？沈西时见他脸色难看，怒道：我去杀了他！不要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不是我要护着他，而是此事纠结之
这件事情没有用，我们要救清源，还要离开大晋，此时没有必要再跟荣九思纠缠。国主带过来的人马绝对不是比荣九思的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保存实力。沈西是知道他说的是对的，只是他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便也知道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从头到尾只是骗自己。在这种时候，他还能冷静理智的处理这件事情，只怕他的心都在滴血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他如此欺辱你，这仇爹以后会找机会替你报的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荣九思并没有和苏相多说，他们很快就离开了。莫云舒之前就知道荣九思的心思深，他真不知道他对他的感情竟从一开始只有利用。他在心里骂自己太傻，他也实在是想不到这世上竟有如此步步为营、擅长演戏之人，将这一场戏演得如此逼真。若今天他没有听到荣九思和苏相的对话，他只怕还会沉浸在他为他编织的深情之中，不可自拔。果然，恋爱脑是这世上最要不得的东西。沈西时有些担心地看着他，我现在只庆幸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腹中孩子不是他。若真是他的，真的会恶心死我。你腹中的孩子不是荣九思的。是啊，不是他，好在不是他。他的性子一向坚强，此时就算是心如刀割，也还能忍得住。只是他今天一天接连受到这样的打击，他感觉到腹部传来剧痛，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。他知道这应该是羊水破了。沈西时见他面色苍白，十分担心地问：你怎么了？我要生了，快去请稳婆。他立即下楼去跟掌柜的打听附近的稳婆在哪里。掌柜听说慕云舒要在客栈里生孩子，掌柜的没忍住念叨了几句。沈西是轻挥了一下手，立即就有侍卫把刀架在了掌柜的脖子上。是闭嘴拿着银子好好做事，还是死自己选？小的闭嘴。客栈我包了，今夜的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小的一定守口如瓶。他开客栈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知道今夜这是遇到了硬茬子，他若不配很可能会没命。沈西是没有再为难掌柜，让他去烧热水。苏玉清很快就将稳婆和大夫都请了过来。稳婆为慕云舒查看了胎位后，孩子的胎位不太好，看这情景怕是不太好生啊，还可能会有危险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一定要保大人的平安。之前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孩子都保了下来，此时到快生的时候，慕云舒不想放弃。这个孩子我有办法让他平安生下来。周大夫是吧？劳烦你帮我扎几针。周大夫是被苏玉清用重金请来的，听慕云舒的说辞，他似乎是个大夫。本朝虽然没有禁止女子行医，但是女大夫大多医术都平平，且医者不自医。周大夫还在犹豫要不要按慕云舒说的做，听他的。周大夫心里一惊，知道今天这是遇上大人物了，忙点了下头。慕云舒说了几个穴位，并说了捻针的手法以及扎针的窍门。周大夫听他说完后十分意外，因为他发现他的医术比他高明得多。于是他按照他说的方法给他扎针，几针扎完，孩子在慕云舒的肚子里就直接翻了个身，胎位正了。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慕云舒此时宫口还没有大开，离生下这个孩子还要一段时间。产房里的血气太重，你就不要待在这里了，去外面等着就好。他知道女子生孩子是一件极为凶险的事情，而他此时身边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。他虽然是他的父亲，却终究是男人，留在产房里确实颇为不便。当初你娘生你们的时候，我没能陪在她的身边，如今你生孩子，我想多陪陪你，等你快生的时候我再出去。爹，你能跟我说说你和娘的事情吗？你刚才喊我什么？爹。好孩子，爹对不起你们，这些年来没有做到尽爹的责任。你从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所以我们不会怪你。如今我们重逢，我其实很高兴。往后我也是有爹疼的人了。他也喊过陈王为爹，只是因为荣九思的欺骗和算计，到如今他也不知道陈王待他是真是假。但是陈王妃是真真切切的关心过他。至于沈西时，慕云舒又有不一样的体会，他能感觉得到他发自内心的关心他，若有必要他会和人拼命。在这世上最靠不住的感情可能就是爱情。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去喜欢一个人，结果喜欢的却是对方的虚情假意。我以后一定做一个合格的好父亲，好好照顾你们。慕云舒点头。苏玉清在门口道：老爷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我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慕云舒艰难的说了一个好字。什么事啊？我们的人已经潜入刑部，今夜京中乱象四起，元明帝的目光都在荣九思的身上，是我们救殿下的最好时机。今天能救出清源，那就想把清源救出来。那我现在去安排。我这一次来大晋，原本只是想要认云舒和清源。云舒嫁了人，她若过得幸福，我本没打算将她带回去，结果到了这里，却发现他们被人欺负成了这样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国主打算怎么做？元明帝和荣九思原本就斗得不可开交，那就让他们往死里斗吧。荣九思原本就有谋反之心，那这一次就给他一个发动宫变的机会。他看向沈西时，通知下去，救清源的人全部做定王府侍卫的装扮，与此同时让他们
们穿着定王府的衣衫，血洗苏府。苏逸清的眼睛瞪得圆了些。这里是大晋，荣九司兵马众多，我暂时杀不了他，但是苏府的人将云舒逼到绝境，险些要了他的命，这个仇不能不报。杀不了荣九司，但是屠苏相府满门却是可以的。好，我来安排。他不但是南诏的宰相，还文武双全。沈西时刚即位时，曾随沈西时平过了战乱，手段十分凌厉。七国之中，对于苏逸清的传闻都来源于那个时候。当苏府灭门之后，再派人烧了大晋礼部和户部的衙门。礼部这一群伪君子如此污蔑清远，虽然这事是元明帝的意思，事儿却是他们做的。我要礼部6品以上所有官员的性命。杀礼部的官员是因为他们陷害穆清远，烧户部则是若南诏和大晋生出乱子来，户部一乱，粮草就很难拨得出来，得一段时间才能缓得过来。如此一来，南诏就很容易抢占先机。苏逸清听得心尖直跳，看向沈西时，属我南诏太子者死。若不是他这一次过来带的人太少，他都想冲进皇宫弄死元明帝。是，这些事情虽然是我们做的，但是要全部栽到荣九司的身上，做得到吗？可以，辛苦了。我也算是云舒和清远的叔叔，自然要为他们出头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大晋必乱。我们做完这些事情后，就得马上离开大晋。救下清远后，云舒把孩子平安生下，我们立即回南诏。荣九司从客栈那里和苏乾分开后，他去别院。相爷，您在看什么？我在看定王。不管定王是什么样的心思，他此时过去，一切都晚了。穆云舒必死无疑。像穆云舒那样的人，肯定是入不了定王的心的。定王此时过去，应该是过去杀他。你说的没错，荣九司不可能喜欢穆云舒。他不过是个废物而已，像他那样的废物原本就该早早死了。他若不死，会耽误我女儿成为定王妃。他说完，准备转身回京，一支利箭破空而来，一箭射穿了他的心脏。荣九司疯了吗？竟在此时杀我！只是他很快就发现不是荣九司，他还想努力看清楚什么，却发现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到死都不明白到底是谁杀了他。沈西时冷声道：“敢算计我的女儿，简直就是找死！”苏乾的身份在大晋是很高，也很重要，等闲人不敢要他的命，但是在南诏人的眼里，他算个屁。若苏乾刚才直接离开，沈西时还真不能追过去杀他，他倒好，根本就没走，这就给了苏逸清杀他的机会。把尸体装起来，送去苏府。他身后的侍卫应了一声。苏逸清做完了这些事情，直接带着侍卫往城里赶去。他如今是南诏的使臣，他还要过个明路。他之前已经跟礼部那边商议好了，这2天就会启程回南诏。荣九司在去别院的路上，一直觉得有些心绪不宁。他隐约觉得发生了什么极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一时间却又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穆云舒第一次阵痛的时候，他只觉得心头一悸，勒住了马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荣九司疑心是毒发，只是元明帝给他下的毒，穆云舒早就替他解了。后续他给他下的毒，前段时间也早就替他解了，只是那心悸的感觉只是一瞬间。本王没事，我们走吧。他虽然觉得今夜遇到苏乾让他有些不舒服，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穆云舒，他心里满是欢喜。只是当荣九司到达别院时，看到满地的尸体时，他的面色大变，他飞快地往里面冲去。云舒！别院里尸横遍野，血气弥漫，透着浓烈死气。荣九司的心头直跳，又大声喊了穆云舒几声，没有任何人答应。他们把别院找完之后，没有看到穆云舒的尸体。荣九司暗松了一口气。一个侍卫过来道：“王爷，山中后面有马车的痕迹，旁边还有很多尸体看起来应该是剑妻带着王妃杀出了别院。这些尸体有的还是温热的，他们还没有死太久。王妃有剑妻护着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王爷别担心。”荣九司怎么可能不担心？如果穆云舒没有怀孕的话，他们逃亡的路上至少他还能正常跑。追！荣九司带着侍卫往前追去，一路上又看到了好些尸体。荣九司一路上看到尸体的时候都心惊肉跳，他生怕看到他不想看到的场景。他们一路追踪到穆云舒最后遇险的地方，在那里找到了昏迷不醒的剑妻。剑十一将剑妻抱了起来。剑妻！他伸手探了一下剑妻的鼻子，剑妻还有呼吸。王爷，剑妻还活着！来人，立即去带剑妻去找大夫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都得把他救活。其他人散开去搜，有王妃的消息立即过来回报。侍卫们应了一声，立即散开去找人。荣九司心里虽然很急，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有侍卫喊道：“王爷，这边还有好些尸体！”他飞快地走了过去。那些尸体除了一具是被人用刀剑类的武器捅死的，其他全部都是被人用乱箭射死的。剑十一看了一圈后道：“王爷，王妃看起来好像被人救走了，这人能来救王妃，至少表示她暂时是安全的。
他们抓走云舒，估计是想用云舒来威胁本王。剑十一有些担忧地看向他，只要是想要威胁本王，就不会伤害他。所以我们之前制定的计划也要做更改了。本王已经不想再等下去。剑十一看着他那张冰冷却盈满杀气的脸，心里微凉。每次荣九思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，就表示他要大开杀戒。果然，下一刻他听到荣九思的声音传来：本王这把剑自进京之后，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封存，因为本王知道，本王若是剑出鞘，露出锋芒，会被有诟病。为着大局着想，很多事情本王一忍再忍。但是如今有人这般欺辱本王，那就不必再忍。王爷要怎么做？穆清远本是天才，无需作弊，却被人冠上作弊的名头。元明帝被人蒙蔽，听信谗言，残害我朝天才学子，欲断我朝根本，这是要祸乱我大晋朝纲。此等奸臣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本王受先帝之诏，封为定王，定者稳定乾坤也。如今朝中出了这样的奸臣，本王自不能再坐视不理，任凭奸臣乱我朝纲。剑十一听到这话，心头直跳。荣九思这是要造反了吗？本王决定带兵马清君侧，除奸邪，还我大晋河清水晏。清君侧，除奸邪，还我大晋河清水晏。通知剑3、剑4、剑5、剑6，让他们立即带着所有兵马围城。荣九思身边的侍卫都以剑开头，然后依着辈分和能力排名，前10里除了剑七这个二货外，全部都在军中任职，各统一军。从11起才是荣九思的侍卫，剑3到剑64人几乎执掌着就京中大营过半的兵马。荣九思调剑8到剑10，便是让他们做后援，同时也让他们做好抵抗元明帝的兵马的准备。余下的剑1和剑2则各领了一支兵马在边关，并不在京城。荣九思看着满地的尸体道：若云舒没事还好，他若出事，本王必让整个京城为他陪葬。王爷不用太过担心，王妃她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京中有能力做到这件事的人并不多，本王不怕他们劫走云舒，本王怕他们伤到他。他们抓王妃无非是为了威胁本王，只是威胁的话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找上门来。荣九思也是同样的推断，只是等待的过程就显得格外的难熬。剑3他们带着兵马从军营过来，还有一段时间，荣九思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一点。此时穆云舒还没有生下来，他的宫口开得极慢，宫缩的沉痛一直在煎熬着他，只是肉体上的疼痛和他内心的痛比起来，实在是不算什么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只是肚子有些痛。夫人这是头胎，生的时间会长一点，不要着急。他还要多久才能把孩子生下来？估计至少还得2个时辰。穆云舒想要说什么，只是才刚开口，剧痛传来，他一句都说不出来，却依旧没有喊出声来。沈西时看到他这样子，心疼的不行。云舒，若真是痛的男人的话，你就喊出来。穆云舒嗯了一声，依旧没有出声。他知道呼痛这种事情是身边有人疼惜才有用，若是没有人疼惜，就算是叫得再厉害，那除了耗费自己的力气外，再没有任何用处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觉得他还是得做些什么的，于是他在心里疯狂的骂荣九思，把他108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。荣九思到城门边时，他正准备进城的时候，看见苏逸清也在人群之中。苏相昨夜也出城了。是啊，王爷，真巧啊，我们又遇到了，真是有缘啊。是啊，挺有缘的，只是不知道苏相昨夜去哪儿了，竟错过了回城的时间。我马上就要回南诏了，昨天突然想起曾经和保宁寺的方丈大师有约，要手谈一局，没想到战况焦灼，忘了时间。醒过神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已经入夜，城门都关了。昨夜便在城门口这边等了大半夜。我原本想请值守的士兵们通融一下，把我先放进城，他们却不同意啊。大晋守城门的士兵都如此的认真负责，我很是佩服啊。这一次我来大晋感触良多，大晋当真是人杰地灵啊。好在我这次来大晋不辱使命，和大晋签了互市的条约，回去也能给国主一个交代了。苏相行事有如羚羊挂角，让人看不清真意啊。那是王爷对我有误会，其实我这人最好说话。苏相真的就这么回南诏吗？定王这是要请我去定王府做客吗？若有定王相邀，我晚几日再回南诏也没有关系。荣九思定定地看着他，他温和的回视，眼里似乎还有几分期待。今日本王还有事，就不陪苏相了，日后若有空，本王再去南诏拜见苏相。定王这是对我有偏见，我是真的对定王十分的钦佩呀。荣九思没心情跟他在这里闲扯，便直接往里走去。苏逸清极快地回了一人馆，他见穆清远浑身是伤。你们怎么做事的？怎么能让他伤成这样？侍卫还没说话。我没事，他们只是对我用了刑。用刑？他们想让我认罪，想让我指认定王。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，你受苦了。京中动乱将起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现在走了，是畏罪潜逃，恐怕会连累我姐姐和姐夫。你姐姐现在就在城外等我们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她可能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。至于定王，荣九思已经休了你姐姐，他已
经不再是你姐夫了。这不可能，他怎么会？你姐姐原本也不信，但是这话是荣九思亲口说的。他将要迎娶苏浅的小女儿。他在哪里？我要去找他。我知道你是想要替云舒出头，只是出头这事儿有很多种做法，蛮力最不可取。穆清远看向他，他这样待你姐姐，国主不会放过他。眼下你和云舒都不再是忠勇侯府里无人撑腰的人了，你们的身后有整个南诏。我姐姐现在怎么样了？她没事。相爷，我们昨夜进刑部救公子，当时是将星星之人全部都杀了，眼下已经到了换房的时候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异常，我们得尽快出城了。我们现在就走。荣九思进城之后，很快就会发现异常，他们得马上离开京城。穆清远有伤，这一次出城怕不会太平。苏一清想了想，便拉起马车的夹层，打算让穆清远躺进去。只是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，穆清远觉得有些不对，一扭头便看见徐英站在不远处。徐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徐英走到他的面前，你要去哪里？去南诏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大概没那么快回来。那我能送送你吗？苏一清的眼睛何等的毒辣，一眼就看出来，这对年轻的小儿女对彼此都有几分情谊。清远的事情牵扯有点大，徐姑娘最好不要沾染，沾染了之后可能会连累你的家人，所以从理智来讲，我劝徐姑娘不要送清远。他说到这里，见徐英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不过人活在世上，哪能事事理智？年少时冲动些，任性一些，原本也无妨。我可以帮徐姑娘遮掩行踪。他知道他们这一次能救出穆清远，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暗处。徐英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向穆清远，多谢徐姑娘好意，但是这件事情终究和徐府无关。徐姑娘是将门嫡女，不日便要议亲，我如今是朝中重犯，徐姑娘送我出城便有些不太合适。徐姑娘今日就当从来没有见过我，感激不尽。徐英的眼泪唰的就掉了下来，她知道自己喜欢穆清远，也知道他此时一走，以后他们可能再没有见面的机会。只是她纵然是将门嫡女，性情利落爽快，此时也没办法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对着穆清远说喜欢，因为她知道她此时就算是说了喜欢也没有用，只会给穆清远徒增烦恼。你不想让我送，那我就不送了。你到南诏后能不能给我写信？穆清远看向他，见他红着一双眼睛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。他从未沾染过情字，此时看到这样的他，倒有些不知所措。日后安顿下来，我会给你写信。一路顺风。穆清远轻点了一下头，由侍卫扶着上了马车，躺进苏一清安排好的夹层里，然后便驾着马车出了异人馆。徐英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带着穆清远的马车缓缓驶出异人馆，他的心里就一阵难受。他之前不知情为何物，如今却在穆清远的身上体会到了。他喜欢这个少年，不止满身才华，还有一身傲骨，重情重义。他心里十分难过，却知道今日发生的这些事情往后得烂在他的肚子里，谁也不能说。苏一清坐在马车上道：其实你让他送送你也无妨。小姑娘性子不错，人长得也很好看，难得的是对你一往情深，你们一旦错过，可能再回首她就已经嫁人了。我今日让她送了又能如何？终究会分开，既然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，又何必要再拖着？眼下我和她的窗户纸都没有挑破，顶多算是互有好感，绝对谈不上情深意重。明知道没有结果，拖的时间越长，只会更加舍不得，还不如早做了断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只是你心里真的不难过吗？有些难过，但是我知道以她的家世，她以后一定能嫁个很好的男子。再说了，感情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不靠谱。荣九思说喜欢我姐姐，前几日还对她温柔体贴，关怀备至，却说不要她就不要她。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悲观，这世上的感情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。两人正说着话，马蹄声响起，有人大声道：刑部办案，监大人的回避。苏一清和穆清远终止交谈。苏一清对车夫道：立即出城。有人劫了刑部大楼的事情必定已经被发现了，下一步他们就会封锁城门，所以眼下他们必须尽快出城。他们还没有走出30丈，就被人拦了下来。马车停下，所有人下车检查。苏一清的眸光微沉，这些人来的比他预想的还要快。他拿起礼部给他的令牌，递给前来查验的官差。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阁下是南诏的使臣，我是南诏的苏一清，他们唤我一声苏相。原来是苏相，既然是苏相，那便不用查了。南诏与大晋交好，未免生出不必要的误会，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我们全程配合。他这么一说，负责查探的官差随便检查了一下后，就放他们离开了。苏一清凑到那官差的身边，又问：这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吗？昨夜有人闯进刑部劫囚，下面有令让我等严查。这贼人好大的胆子！这该死的贼人！我今日原本休沐在家，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。旁边有其他的官差在喊他，他便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苏一清想了想，然后让侍卫朝城门口驶去。他们的马车正走到了城洞口的时候，有人大声喊道：快关城门，城外有大批不明兵马靠近。大晋太久没有战事，负责看守城门的这些
些士兵戒备心都不算强。苏以清一看这情景，立即让侍卫走出城洞。他走了不到1里地，就遇到了剑三带过来的敌影，只不过是一个照面。苏以清就发现了剑三带着这支兵马和京城守军的差别。他原本没把大晋的士兵放在眼里，眼前的这一支兵马，就算是南招的精锐，也很难企及。此时剑三正在执行荣九思的任务，此事贵在神速，不能耽搁。这不是他的任务目标，便懒得理会。他是一国之相，看事情的眼光非常的正确。他一看这情景，就知道大晋要变天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容易被牵连，所以此时必须马上离开大晋。剑三带着重兵马到了城门口时，守城的士兵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叫喊着要放下千斤闸。只是放千斤闸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需数十人齐心协力才能做到。剑三又怎么可能会给他们这个机会？立即带着人杀了过去。剑三没有花太大的力气，就已经控制了城门。只要控制了这座城门，后续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大晋京城守军虽多，但是那些守军都在军营之中，并不在城里。元明帝怎么都没有想到荣九思会在这个时候造反，京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。当剑三带着兵马打进京城的时候，得到消息的元明帝黑着脸问身边的大太监：“此事属实吗？”太监还没有回答，宫门处已经传来了喊杀声：“他怎么敢？荣九思他怎么敢呢？”这些年来，他一直疑心荣九思会谋反，想尽千方百计的想要杀了荣九思。此时，荣九思真的带兵打进京城的时候，他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愤怒，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难以置信。新上任的禁卫军首领匆匆跑了进来：“皇上，帝王已经带着兵马杀进来了，您快些离开吧。”真是大晋的皇帝，是九五之尊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朕离开！荣九思算什么东西？朕命你立即把荣九思给朕押过来，朕要砍了他的脑袋！禁军首领不语，他现在是真没有本事把荣九思押到元明帝的面前，又或者说，放眼整个大晋，有本事把荣九思押到元明帝面前的还没有出世。臣遵旨。到了这种时候，他们这些做臣子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，此时只能死守在宫门口。禁卫军首领回到了宫门口的时候，宫门口已经被攻破，他立即组织禁卫军死战。荣九思一早进了城，却并没有跟着大军，而是去了刑部。此时已经有几具尸体横在他的面前。本王再问一遍，昨夜有人闯进了刑部劫狱，救走了穆清远。是的，那些人神通广大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就把人给救走了。直到今日换防的时候，前来替换的守卫发现不对，昨夜值守的守卫全被毒药放倒了。荣九思此时心里裹着极为浓郁的怒气。穆云舒如今不知所踪，穆清远也不见了踪影，这些事情处处透着不同寻常。荣九思一向冷静，哪怕当初被人算计，独自面对千军万马的时候，都没有像此时这般不安。戾气在他的心里滋长，杀意似要破开他的胸膛，杀尽这天下所有挡在他面前的人。听说你们对穆清远用刑了？这是尚书大人的意思，下官们只是听命行事而已，不是我等想对穆公子用刑啊，王爷饶命啊！他是被什么人劫走的？刑部侍郎心里苦得不行。穆清远说是忠永侯府的嫡长子，但是却并不受宠。在这京城里，有能力还有动机劫走穆清远的人，在他看来就荣九思一个。这个下官不知。半刻钟内，本王要穆清远被劫走的所有消息，否则血洗刑部。刑部侍郎被他那一脚踹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却也不敢多说什么，爬起来就去查。燕十一匆匆走进来道：“王爷，苏府出事了。”荣九思的眸光微敛，苏府离刑部衙门不算远，荣九思骑马过去，只需要一盏茶的时间。他到苏府时，苏府的门庭大开，站在外面能看到苏相的尸体被人吊在了门廊的正中间。燕十一在旁道：“属下已经仔细查看过他的尸体了，他是被人一箭穿心之后挂在这里的。根据他的尸僵和尸斑来看，死的时辰应该是子时末刻到丑时初刻之间。子时末刻到丑时初刻之间，那就是刚和本王分开的时间了。所以他在和本王刚分开之后就被人杀了。是谁杀了他？按照时间推算，苏相应该是死在城外的，谁把他的尸体无声无息带回来苏府啊？”荣九思突然想起今天一早在城门口遇到的苏逸清，此时他在想起这件事情，便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地方。来人，即刻出城拦下苏逸清。剑三已经带兵打进了皇宫，荣九思今日要坐镇京城，这一次带着人马出城拦苏逸清的是剑13。去苏府找找。他没有说找什么，剑11却知道他的意思。荣九思之所以会和苏乾合作，是想要先帝留下来的那纸诏令，皇族知道，不管内里如何，最终的结果对外终究要讲究一下名正言顺。他原本是打算拿到诏书之后就将元明帝杀了，只是事情的进展在这些人的私心下已经朝着极为诡异的方向走去。王爷，没有找到。荣九思事先也知道苏相大概率不会把先帝的诏书放在府中，这个结果他并没有太过意外。眼下苏相死了，荣九思之前制定的计划就得按另一种方式执行。剑三那边进
展如何？刚收到消息，他们已经打开第一重宫门，宫中已乱。他们有拿云书来威胁本王吗？没有。通知下去，说他们不能平安把云书交出来，就血洗皇宫。尹兆峰看向他，眼里满是担心。怎么，你对这事有意见？我知道王爷今日带兵攻打京城是为了王妃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不管王妃是不是在元明帝的手里，王爷都已经没有退路。苏相已死，王爷需要为这一次的发兵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否则怕是会被全天下的人诟病啊。尹兆峰跟在荣九思身边多年，对他十分了解。他知道荣九思虽然手握重权，却并无反心，否则以荣九思的能力和手里的兵权，早杀元明帝好几回了。这一次荣九思之所以会动手，是厌烦了元明帝没完没了的算计。若慕云舒平安无事尚还好，若是慕云舒出事，尹兆峰怕荣九思会血洗京城。什么才是名正言顺的理由？先帝的诏书，苏相已死，诏书应该是找不到，要如何名正言顺？这件事情你来安排。尹兆峰轻松了一口气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本王都要找到云舒。若是有人敢拦着本王去找他，不管是谁，本王必诛之。尹兆峰看到这样的荣九思，心头颤抖。他跟在荣九思身边多年，知道这样的荣九思必定是动了真怒。荣九思一怒，必尸横遍野。这一次若能找到慕云舒还好，若是找不到，尹兆峰不敢去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偏这样的荣九思，就算是尹兆峰也不敢去劝。眼下他只能去把余下的事情做好。此时苏逸清已和穆清远一行人到了那客栈。荣九思发动宫变，大晋的京城已经变得极为危险，眼下我们需要尽快离开，否则等到元明帝反应过来和荣九思打起来，恐祸及我呢。沈西时的眉头皱成了一团，眼下慕云舒还没能把孩子生出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赶路去南诏的话，慕云舒很可能会有危险。我姐姐在哪里？他的话音才落，就听到旁边的屋子里传来压抑的痛呼声。穆清远听到了这一声，立即往他的房门口走去，走到了慕云舒的门边，他想要进去，却被侍卫拦了下来。公子，你不能进去。穆清远知道男女有别，他虽然是慕云舒的亲弟弟，此时却不能进去。他们原本就是双胞胎，有着属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以及寻常人没有的默契。他自昨夜慕云舒动了胎气，提前生产开始，就一直心绪不宁。姐姐，我没事了，你怎么样？慕云舒在产房里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原本担忧的心瞬间就放了下来。我肚子有点痛，其他都还好。他说到这里，声音有些发颤。自天明时起，他腹部的痛意就一阵强过一阵，到如今基本上没有间歇的时间了。他原本因为剧痛已经不太能说得出话来，他怕穆清远担心，方才这句话是他用尽了力气才说出来的。你没事就好，我在外面陪着你。纵然荣九思犯浑，不知道珍惜你，你也还有我。是我没有，不但没能保护好你，还拖累了你。穆清远原本觉得，只要他能考取功名，一步步成长，往后就算护不住，至少也不会拖累他。可是他却不知道，他不过是参加了一下科考，就招来了这么大的祸事。也是因为他，慕云舒才会被荣九思抛弃。若不是恰好沈西时来了，他们姐弟二人怕是都会死。是不怪你。他说到最后是颤音，因为肚子太痛了，他没忍住低呼了一声：你怎么了？公子别拉着夫人说话了，她快生了，不能再分心了。他这话音一落，屋子里又传来慕云舒压抑的呼痛声。穆清远的脸色苍白：你别担心，这是女子生孩子的必经之路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。可是这不是我们着急就能解决的，我们去下棋吧。他拉着穆清远下棋，结果下棋时手都是抖的。穆清远不但手抖，眼睛都不在棋盘上，一直往产房的方向瞟。产房里，慕云舒就算是再压抑着痛呼声，却也挡不住那一阵强过一阵的剧痛。宫口已经完全打开了，再加把劲儿呀！慕云舒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他感觉到有什么划出了身体，原本的剧痛瞬间就散了不少。紧接着，他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，荣九思正骑马走在了去宫门口的路上，他只觉得心口一悸，似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一样。他的心里似乎涌上了欢喜，这些欢喜中又夹着说不清的担忧。见时一在他的身后问：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本王没事，我们进宫。是。荣九思虽然没有想明白自己方才那一刻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他猜测可能和慕云舒有关。自他昨天晚上失踪之后，就再没有任何消息，他的心里又慌又乱又空。他虽然不知道他现在的人在哪里，他坚信只要抓住元明帝，就一定能知道慕云舒的消息，所以他需要尽快进宫把他救出来。客栈里，稳婆把孩抱到了慕云舒的身边道：恭喜夫人，是个小公子。慕云舒扭头看着这个折腾了他一整夜的孩子，此时他已经不哭了，闭着眼睛躺在襁褓中，看起来十分乖巧。王后娘一定会好好疼你，不让别人欺负你。至于你的父亲，派谁吧，你往后有娘疼，有舅舅疼，也有外公疼。穆清远在外面喊：姐姐，我能进来看看孩子吗？慕云舒答应了一声，进来的却不是他一人，沈西时也跟着走了进来。沈西时还是第一次看到
这么小的孩子，不由得想起幼时的慕云舒和慕清远。当时他不知道他们的存在，没有照顾过他们哪怕一天。此时的他心里止于愧疚。如今他看着刚出生的孩子，想起当初屈嫣然生慕云舒和慕清远时，怕是承受了更多的痛苦。没事了便好。慕清远想要去抱一抱孩子，但是他从未抱过这么小的孩子，伸手一摸，整个就是软软的一团。刚出生的孩子怎么这么软呢？是啊，太软了，好可爱。是的，很可爱。国主，京中相乱，这里极不安全，我们得赶紧离开了。能走吗？可以。他换了身衣衫后，准备下床，却发现腿脚还有些发软，有些站不稳。沈西时一把便将他抱了起来。他们上马车的时候，慕云舒扭头朝京城的方向看去，舍不得。不是，只是觉得这座城池里藏了太多的悲欢离合。在这座城池里，我曾喜欢过一个男人，曾傻傻的觉得他也喜欢我，我们能白头到老。这所有的一切，幻灭不过于朝夕之间。所谓的感情，在权势的倾轧之下，脆弱缥缈的如镜中月，水中花。要不要去找荣九思讨个公道？不用了，不要说他手里持着重兵，他一旦兵变，大晋的天下便会落在他手里。找他讨要公道，代价太大，不划算。且这事原也怪不得他，是我自作自受。我原本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没能挡住他给的诱惑，对他动了心。所以这一场感情里，他不过是遵循着他的野心和欲望，舍弃了无足轻重的我罢了。我去找他要所谓的公道，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他这般对你，是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。总有一天，他会为他这个决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感情之事，我一向厌恶所谓的因爱成恨，因为若爱成了恨，那只是在折磨自己。明明知道那个人心里没有自己，不可能再和自己在一起，却还无法放弃，除了让自己痛苦外，没有任何用处。在这个世上，并不是只有爱情这一种感情，离了爱情我就不能活了。我还有亲人，有朋友，有需要我照顾的孩子。就算这个世界有很多不美好的东西，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。既然这个世界如此美好，我又为何要活在痛苦之中？打开心胸，快乐的活着，不是更好吗？你说的对，往后你就是南诏的公主，这天底下再也没人能伤害你。我们出发吧。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说的那么洒脱，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真的完全放下荣九思，但是他的那番话也确实是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纵然他心里有些意难平，却不会去恨荣九思。他选了他的路，往后他们就不会再有关系。毕竟他和他在大婚的第二天便已经和离，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。们刚上马车离开，剑13便带着侍卫追了过来。沈西时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冷笑了一声，杀！众卿羽卫得到沈西时的命令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两拨人马一交手，战况就进入白热化。只是剑13带过来的侍卫数量不如卿羽卫多，一交手他们便吃了亏。剑13大声道：“还请苏相手下留情，我等并无恶意，只是来接穆公子回京。你们回去告诉荣九思，清源我带走了，他若不服气，大可以来南诏找我。苏相这是要与定王府为敌吗？呵呵。”我知荣九思的能力，但是我不怕他。我也知道荣九思这一次宫变之后，或许会成为大晋新的皇帝，但是那又如何？大晋是大晋，南诏是南诏，南诏可不怕大晋。荣九思想要来攻打南诏，我南诏随时奉陪。剑13听苏逸清的语气，似乎是他们要是继续追的话，南诏不惜为了穆清远和大晋开战，这是非比寻常。若荣九思在这里，必定能发现一些端倪，绝不会放苏逸清离开。我奉命而来，若不能将穆公子带回去，能否让我见一见穆公子？穆清远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回去告诉荣九思，他负我姐姐的，终有一日我会带我姐姐讨回。”穆公子这话是何意？我是什么心思，荣九思心里很清楚。在他抛弃我姐姐和苏浅合作，迎娶苏二小姐的时候，他便不再是我姐夫。剑13作为侍卫，对于荣九思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所知不多。此时他听到穆清远的这番话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。王爷对王妃真心一片，我们这些做侍卫的都看在眼里，他并不是真心要娶苏二小姐。对皇族而言，哪里有什么真心呢？就算心里真的有某个女子，在权势面前都是可以舍弃的。你回去告诉荣九思，往后不要再说喜欢我姐姐这种话，因为她不配。剑13的眉头皱了起来。穆清远坐回车里，马车朝前疾行。剑13还想要追，卿羽卫拉开手里的弓，剑锋对准他们。现在怎么办？剑13知道他们目前没办法跟南诏使团硬碰硬，且听穆清远的语气，不会跟他们回去。他们若是要强行带回穆清远的话，怕是会造成无谓的伤亡。我们先回去。在他转身的时候，隐约听到了婴儿的啼哭。剑13凝神再听的时候，又什么都没听见了。他也没有多想，带着一众侍卫往回赶。